穿越火影上古时带你激活长生系统，开局选项2选1，无敌百年亦或者寿命无限。可能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前者，毕竟百年无敌横压一个时代听起来何等快意。可你只看了一眼便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无敌百年终究逃不过沧海桑田，唯有长生才是对抗一切的资本。于是你开启了真正的狗道长生流，凭借无限寿命游历忍界，先后与妙木山、龙地洞、尸骨岭等圣地结交，在忍界处处留下你的传说。岁月如刀斩天骄，6道仙人横空出世又归于传说，牵手于宇智波兴起又凋零，忍界大战一场接一场，而你始终站在时间的长河之外。当别人还在研究借助石尾成为6道仙人时，你已用了几千年时间钻研仙术，将自己修炼成真仙。此时在妙木山，万次来了，外面那2个外星人最近有什么动作吗？一只有着白眉的蛤蟆蹦蹦跳跳来到你面前，白眉蛤蟆是现在妙木山的实际掌控者。此时原著中的大蛤蟆仙人还没有出生，同时也是你的通灵兽。据我所知，那2个外星人似乎起内讧了，我想趁这个机会尝试能否把这2个外星人给解决掉。你凝声开口，白眉蛤蟆是自己人，没必要在他面前有任何遮掩。如此吗？可是万次，这2个人外星人实力强横，而且他们手中的那只怪物有着恐怖力量，想要铲除他们恐怕很难。白眉蛤蟆闻言，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情。自从这2个外星人降世，身为感知超强的蛤蟆便已经预感到了来者不善。其中一个叫辉夜的外星人找到了我，想和我联手铲除掉另一个叫仪式的外星人。虽然解释起来挺麻烦，但是白眉蛤蟆你只需要相信我即可。你坐在蛤蟆大殿的椅子上缓缓说道，你知道这件事解释起来太过麻烦，所以就干脆没有多说，总不能说自己是穿越者，提前知晓这些剧情吧。万次，我相信你，你是我们妙木山第一个真正信任的人类，早就是我们妙木山的人了。白眉蛤蟆温声开口，白眉蛤蟆，我来找你想要借几样东西，不知能否借给我？你开门见山的说道。白眉蛤蟆闻言立刻说道，不必客气，你早就是妙木山的人了，来妙木山就跟来自己家一样，想要什么随便拿都可以拿，那多不好意思。你笑了笑，你是目前妙木山唯一的人类，也是和妙木山第一个签订契约的人类，所以你也算是半个妙木山人。你心里想着自己本就是妙木山的，自然该说妙木山的话。好的，我想要几张蛤蟆符，另外找几只能够使用音波幻术的蛤蟆，还有妙木山有没有一种可以隐藏身形的宝物？你开口询问道。蛤蟆符和音波蛤蟆好办。白眉蛤蟆从口中拿出数张蛤蟆仙符，递给你，这东西珍贵的很，整个妙木山1年只能制造几10张，现在妙木山只有我白眉蛤蟆一个人能够制作，感谢你。接过蛤蟆仙符，脸上露出了笑容，你对这蛤蟆仙符的印象十分深刻。原著中6道仙人直接捅穿地底之后，就是用蛤蟆仙符给濒死的雨村救了回来，这仙符就相当于不死图腾，并且大筒木雨村醒来之后还能直接配合6道仙人攻打辉夜，可见这仙符之中蕴含的仙力极为强大。接过蛤蟆仙符之后，你赶紧将其收到了怀中。至于你说的能够隐去气息的宝物或者仙术，我还真不清楚。白眉蛤蟆闻言微微思索，随后开口，等我翻一下卷轴。说罢，白眉蛤蟆立刻跳上巨大的书架，从中抽出一个比你还要大的卷轴，开始仔细查阅起来。良久之后，白眉蛤蟆发出一声惊叹，哇，还真有啊，古人诚不欺我，蛤蟆老祖宗的智慧真是博大精深。白眉蛤蟆兴致冲冲来到你面前，你见状心中也生出一丝惊讶，自己只是随口一问，没想到妙木山真的有这样的东西。不过转念一想也觉得合理，妙木山传承了无数年，而且是地球本土的强大力量，不可能没有一些特殊的手段。据古老典籍所说，利用妙木山生长的亚麻，再融合蛤蟆油和仙术，便可以制造一件足以遮挡气息的衣物，能让使用者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不被其他人察觉。但是注意，这种衣服并非是让你完全隐形，只是遮掩气息，类似人类世界之中的变色龙。一旦对方拥有特殊瞳力，或者你走到对方面前，对方还是可以看到你的。白眉蛤蟆严肃地对你嘱咐道。你微微思索，心中想着大筒木仪式应该不会一直开着白衣，便开口道，行，无碍，你看看多久能给我做出来？你点点头，觉得有这样一件衣物总好过没有，我现在就尝试给你做，尽量把这件衣服给你做出来。白眉蛤蟆开口道，那就麻烦了，我等会过来取。你微微点头，说完便利用通灵术离开了妙木山。下一次出现，你便来到了一处水洞，同时手中还提着几坛从人类世界带来的好酒。这里是猿魔一族的栖息地，后世猿飞日斩的通灵兽猿魔便是从这里签订的契约。一只体型壮硕的白毛猿猴瞬间出现，这不是万次吗？你不是和妙木山的那群蛤蟆打得火热吗？怎么来我这个破地方了？白猿王一脸阴阳怪气的开口，哈哈哈！你讪讪一笑，你知道白猿王之所以对自己是这样的态度，是有原因的。原本你可以选择传承妙木山的力量或者猿魔一族的力量，但是你当时选择了3大仙帝之中的名门妙木山，这就导致白猿王总是对你阴阳怪气。白猿王呀，好久没见你了，最近在哪发财啊？你尬笑2声走上前，同时将从人类世界带来的好酒递给白猿王。白猿王看到酒眼神一亮，立刻接了过来，随后双手怀抱好酒，冷哼一声，我说了你又不来，你总是喜欢往蛤蟆堆里跑，往事随风呀。我现在是想请你协助我干一件事。你上前拍着白猿王的肩膀笑道，因为仪式的能力太克制法术攻击了，要想对仪式造成有效的攻击，只能凭借体术，而猿魔一族向来更偏向体术攻击，所以你就想来找猿魔一族帮忙。2人坐在石座上开始聊起来。好酒。白猿王2、3杯酒下肚，看向你开口道，你想起我了？你现在想到我了？白猿王眉头一挑看着你，你当即回道，对。白猿王立刻接话，晚了。话虽如此，但是白猿王一向十分仗义，最终还是选择帮助你。再饮一口酒后豪气的开口，说吧，杀谁？你微微一笑，语气诡谲的开口，我说我要去对付外面那2个外星人，你敢和我一起干嘛？哈哈哈，敢？为什么不敢？只要是活着的神我都给你试了。白猿王闻言，面色因饮酒变得红润，大笑一声说道，你眉头一挑，再次提醒道，那外星人可不一般，你也是知道的。哈哈，说起来我还和那个男外星人交过手呢。白猿王喝着酒，一脸洋洋得意的开口，什么？你
你和那个大筒木一世交过手？”你闻言一惊，急忙看向白猿王，看着你震惊的表情，白猿王心中更加得意，昂首道：“不仅如此，我还和那个家伙打了3天3夜，最终我实在坚持不住，就跑回通灵界了。那家伙我看也就一般般，还得练。”说完，白猿王又喝了一杯酒，你心中满是震撼，自己没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白猿王竟然和战力天花板的大筒木一世打过架。你心中反复思索，这件事看似不可能，但其实确实有一定的可能性。这白猿王的体术确实十分厉害，并且肉身强横，后世的元魔王都能硬抗草剃剑。现在这个白猿王还有仙法加持，若是不怕一世的黑棒，理论上确实能和一世正面抗衡一番。你虽然知道这个战绩有水分，但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白猿王被破防过，至少你曾经用仙法轰击白猿王的时候，白猿王就没有出现过被破防的记录。即便白猿王打不过一世，缠住一世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你在心中快速盘算着战力，白猿王和一世打了一个5-5开，辉夜大约和一世是3-7开，而你和一世应该是2-8开。这样算来，自己的实力远不如一世。白猿王能和一世打成平手，那自己加上白猿王再加上辉夜，实力定然超过一世。一个想法突然在你的脑海中浮现，那这样4舍5入，你们几人起步是能轻松拿下一世。我去，老兄，你早说你那么牛逼啊！你有这狠活，你早整啊！你上前亲自为白猿王满上一杯酒，白猿王大口喝着酒，随后便有些不胜酒力的趴在石桌上，口中迷迷糊糊的开口：“万次，你放心，找我就对了。我正想和那个大筒木一世一决高下呢。我白猿王定叫那个外星人大败而归。那些宇宙乡巴佬居然敢来我们的世界撒野，他们可能不知道地球上有我英勇的白猿王守护着。”说完，白猿王便鼾声如雷的睡了过去。你心中满是欣喜，心中想着这下稳了，一切都稳了。如此一来，基本可以稳稳拿下一世了。幸亏自己有这些强大的通灵兽朋友，否则光靠自己想要对付一世还真是一件难事。现在又有白猿王这一大助力，再加上辉夜，对付大筒木一世定然是10拿9稳。你心中暗道：大筒木一世，等着落败吧。离开元魔通灵界之后，你便收到了白眉蛤蟆的信息。白眉蛤蟆告诉你，隐匿长袍已经做好了。当天夜里，你便穿着隐匿长袍来寻找大筒木辉夜。你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要测试一下隐匿长袍的能力如何。如果连大筒木辉夜都能发现你的踪迹，那更别说骗过大筒木一世了。组织国天子府，大筒木辉夜正端庄地坐在闺房内，心神不宁地看着镜子。他心中清楚，马上自己就要被一世送去喂给尸尾了，这是他的宿命。每一个大筒木2人组都有一个注定要牺牲献祭。可是自从他来到这颗星球之后，他爱上了人类，同时心中满是不甘。他不甘心被献祭，为什么被献祭的不是一世那个家伙？为什么偏偏是自己？这种强烈的不甘心让辉夜心中涌现出不平，所以他才去找的万次，想看看这颗星球的土著高手能否帮助自己。看起来他并不敢来。大筒木辉夜微微叹了一口气，在他看来，那个叫万次的人平时都是不显山不露水。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想看后续的宝宝打开番茄畅听搜索雨中画室就可以找到后续。注意是番茄畅听，不要打错字哦。太过惜命了，怎么可能来帮助自己？更何况那个人可能连查克拉果实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在大筒木辉夜哀叹时，你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房间的角落里。你身穿一身白袍，淡淡的看着辉夜，辉夜竟然毫无察觉。你心中微微点头，心中想着看来这件隐匿长袍是真的有效，连辉夜都没有发现自己的踪迹，那一世恐怕也很难发现。一世的黑眼纵然强大，但原著中也并没有出现黑眼能够拥有超越白眼的洞察力，否则一世也没必要在战斗中特意开启白眼。就在此时，你淡淡走出来，开口道：“辉夜，我来了。”听到此话，正在看着镜子的大筒木辉夜露出震惊的表情，猛地回头，眼中满是惊愕和震撼，因为他大筒木辉夜压根没有感知到你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房间里的，能做到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的人，唯有大筒木一世。然而这颗星球的土著高手却做到。你来了多久了？大筒木辉夜警惕地起身，凝声开口：“不用说这些，我来是想和你商议那件事的。我同意和你联手，事成之后，我要查克拉果实。”你沉声说着，同时摆了摆手，示意辉夜放下警惕。当听到你竟然同意联手后，大筒木辉夜的面容明显露出喜色，立刻回道：“没问题。”你眉头微皱，眼神深沉地看着辉夜那张清冷的脸庞，心中十分疑惑，不明白为什么辉夜舍得将查克拉果实让给自己。身为大筒木一族，辉夜应该比自己更了解查克拉果实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为什么？我之前从你的口中得知，那果实可是好东西，怎么舍得给我的？你淡淡询问道。大筒木辉夜却露出温柔的笑容，因为我不想要力量，我想和我的爱人在一起。得到这个回答后，你瞬间释然了。现在的辉夜正在和组织国天子热恋，原来是因为这样，一切都有了解释。既然如此，我们来商议一下对策吧。你直奔主题。很快，2人就拟定好了对付一世的方案，只等接下来的献祭仪式开启。几天之后，一片辽阔的竹林内，在一座巨坑里，一只石尾嗷嗷待哺，正张着血盆大口，等待着投喂。接下来就是献祭辉夜了。大筒木一世淡淡看着石尾，大筒木辉夜已经缓步走来，不远处，你身穿白袍和自然融为一体，也紧随其后。同时，你心中十分警惕，一旦一世暴起发难，你就立刻躲进和平饭店，利用通灵术回到妙木山。不是，哥们，你真来啊！变成金箍棒的白猿王神色紧张地对你开口。不然呢？还能嫁来啊？你微微疑惑地看着白猿王开口。白猿王的表情满是慌乱，咽了咽口水，心中暗道：完了，这次完大了。等等，你这家伙，别告诉我，昨晚说和一世打了3天3夜是假的。你突然想到了什么？一脸不敢置信地看向白猿王。白猿王支支吾吾，说不出完整的话。哎呀，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我打不过一世。白猿王一脸无辜地说道。我去，不早说。那你说你和那个家伙打了3天3夜？你神色一惊，心中满是无语，自己都已经到了一世的面前，白猿王才告诉自己真实的实力。这就好比自己拿着玩具枪上了战场。我确实和一世打了3天3夜，但是我被一世按在地上打了3天3夜，最后我实在扛不住，我就回通灵界了。白猿王神色窘迫地说着。你心中满是无奈，原以为白猿王和一世打了3天3夜有多厉害，没想到被打的人竟然是白猿王自己。
我觉得我不应该待在这里，要不我先回通灵界，要不你找其他人。白猿王尴尬的开口，同时有些畏惧的看了看远处的大筒木仪式。大半夜我上哪去找其他人啊？你十分无语，自己早就应该知道白猿王昨晚是喝大了才说的大话，也怪自己对忍者的上古时代有滤镜，觉得越古老的存在实力就越强大，太过相信老祖宗的智慧，更怪自己昨晚没给白猿王带2颗花生米，但凡有点花生米，白猿王也不至于喝得酩酊大醉，说出那样的大话。你一只手紧紧握住金箍棒形态的白猿王沉声道：不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你和我说说，仪式究竟能不能破你的防？白猿王挠了挠头，如实回道：他不可能破我的防，我是金刚不坏之体。你冷静下来，快速思索，立刻给白猿王的实力做了一个定论，那就是低攻高防。行，白猿王，这次你不上也得上，稳住，我们又不是和仪式打长久战，我们只需要协助辉夜偷袭仪式，只要一击得手，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如若不成，我会立刻带着你跑路。你沉声说道。白猿王咬了咬牙，像是下定了巨大的决心，随后开口：好吧，我冲！放手一搏。就在此时，大筒木辉夜缓缓走向尸尾，大筒木仪式则是面无表情，一点防备都没有。主要是他不相信辉夜敢有偷袭的念头，再加上仪式一向看不起这颗星球的土著，认为在这颗星球上，他仪式就是无敌的存在。开！你默念一声，紧接着树林之中便顿时响起无数蛤蟆的吟唱声，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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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竹林立刻回荡着蛤蟆的吟唱声。大筒木仪式的神情瞬间发生了变化，什么情况？大筒木仪式猛地面色巨变，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就是现在，你手持金箍棒，猛地出手。你清楚蛤蟆吟唱只能暂时干扰仪式，本身并不会对仪式产生实质性的伤害，只能起到干扰的作用。但是毕竟是偷袭，这点干扰已经足够了。你将仙人之力全数爆发，近乎是瞬移般出现在仪式面前，对准仪式的脸，猛地挥出一棒，砰！仪式整个人猝不及防，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棍，瞬间晕头转向。乘胜追击，你猛地面色一横，对准仪式的脸，砰砰，又甩出2棍，噗噗噗！仪式口中接连喷出鲜血，怒声喝道：够了！大筒木仪式面容恼怒，直接抬手一大，金箍棒便犹如敲在了钢铁上，再也不能移动一寸。大筒木仪式的鼻子流了点鼻血，眼神冷冽地看着你，怒声道：原来是一个地球土著，什么时候土著也敢碰瓷大筒木了？看清来人之后，大筒木仪式的面容变得更加狰狞，你心中暗道不好，没想到元魔的金箍棒连敲3棍，硬是没把仪式击飞到石尾的附近，偷袭的计划第一步就出了差错，找死！仪式猛地一抓，速度快如闪电，这一击要是换作影级忍者，根本反应不过来。但是练就仙人模式的你拥有了一种特殊能力，那就是杀意感知。咻，你一个下蹲，显而又显地躲过了仪式的攻击。大筒木仪式略感意外，随后猛地探出另一只手向下扣去，你再次发动杀意感知，猛地一个闪身，瞬间绕到仪式身后。大筒木仪式心中一惊，这个土著的反应力竟然如此出色，不逊色隔壁2人组之中的陶氏或者金氏。土著小鬼，身体挺柔弱啊。大筒木仪式冷声说道。你在闪身到仪式背后的一瞬间，便猛地挥出金箍棒，开口道：但是我的棍子可硬邦邦的。轰砰，一声巨响，金箍棒直接砸在了大筒木仪式的后脑勺上。混蛋！大筒木仪式被打了一个踉跄，随后面目狰狞，反脚就是一击后鞭腿，你瞳孔猛缩，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便被这一腿正中腹部。这一击的力量强横无比，直接将你的腹部洞穿，连骨架都被打碎了。噗！你猛地爆出一口鲜血，抱着金箍棒直接被倒飞出去。在落地的一瞬间，白猿王当即解除金箍棒状态，伸出手抱住你，避免你受到2次跌落伤害。万次万次！白猿王看着你的伤势惊恐万分，在他看来，这一击的伤势太过严重，你恐怕是很难活下来了。大筒木仪式懒得去看你，在他看来，中了自己的全力一脚，必死无疑。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些烦人的蛤蟆解决掉。仪式双掌一拍，咻咻咻，顿时无数根黑棒出现在半空中。一旁的大筒木辉夜惊呆了，他不是不出手，而是根本来不及出手。你和仪式的招式太快，近乎在2秒钟之内就已经完成了交手。辉夜如果不开白眼，只能看到2道残影，仅仅一闪，2人便已经交完手。他没想到这个土著竟然能和仪式过了2招，并且还打了仪式一个措手不及，这份反应速度甚至比自己还要更强。大筒木辉夜因为事先使用了平地吟唱的蛤蟆符，所以并没有受到蛤蟆吟唱的波及。看到仪式操纵黑棒的间隙，心中暗道：好机会！大筒木辉夜猛地开启白眼，趁着仪式操纵黑棒的间隙，猛地出手。仪式，去死吧！大筒木辉夜暴起，双掌齐出，将大筒木仪式拍向石尾。辉夜，大筒木仪式惊怒交加，他压根没想到辉夜竟然敢背叛自己。另一边，白猿王抱着你，焦急地呼喊：万次万次，你没事吧？白猿王看着你的惨状，眼眶不禁湿润，心中满是痛苦，不由得一阵后悔和不甘。若是自己真的有和仪式打个3天3夜的本事，你也不至于受这么重的伤。嗨可，你看我像没事的吗？你看了看自己的腹部，那里几乎被拦腰踢断，整个肚子都被打穿了，骨头也碎了，心中忍不住暗骂：仪式这小伙子真是力大无穷，这一脚直接把自己踢穿了，差点就让自己见了阎王。不过你转念一想，觉得这也实属正常，以仪式的实力，恐怕能一脚踢爆完全体的须佐能乎，自己能扛下这一击还留着一口气，已经算是万幸了。你也就靠着多年修炼的仙人之躯抗了下来，要是换做其他人，早就被踢成血雾了。为了避免幻音蛤蟆被杀，你立刻解除了通灵术。白猿王声音哽咽地说道，眼眶不禁滴落几滴泪水，心中满是焦急与心疼。你无奈地苦笑一声，心中已然打定主意，为了查克拉果实，自己必须要搏上一搏。白猿王擦了擦眼泪，赶紧从你怀中拿出蛤蟆仙符，立刻贴在你脸上。下一秒，神光乍现，你的身体开始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恢复，仅仅1秒钟之后便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身上一点伤疤都没留。白猿王看着这惊叹的一幕，心中满是震撼，随后抬手将你扶起来，满脸关切地询问你的状况。你感受了一番体内仙术查克拉的运转，随后猛地睁开眼睛看向白猿王，眼中重新燃起斗志。你攥了攥拳头，浑身上下
下都充满了力量。就在此时，远处传来仪式的声音，语气中满是愤怒与抱怨。不出所料，大筒木仪式轻松拿捏了辉夜，直接掐住辉夜脖子，便缓步走向嗷嗷待哺的尸物。而仪式的注意力压根不在你这边，你当即看向白猿王，做好了出击的准备。白猿王立刻心领神会，直接开启变身，伴随着一道耀眼的光芒，白猿王瞬间变成金箍棒落在你手中。紧接着，你动用全部仙法力量，猛地将金箍棒扔出，金箍棒伴随着凌厉的气势朝大筒木仪式飞速飞去。此时，大筒木仪式正走到尸尾嘴边，双手掐着辉夜，正准备将辉夜扔给尸尾，根本无暇腾出手来应对。看到急速飞来的金箍棒，仪式还以为只是普通的武器，满脸不屑。大筒木仪式直接懒得抵挡，当即发动少明皮骨弹，准备将这武器缩小之后扔进大黑天。然而看着金箍棒越来越近，仪式的脸色骤然巨变，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仪式大惊失色，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其他反应，原本的金箍棒瞬间变回了白猿王的模样。大筒木仪式震惊的张大嘴巴，眼中满是错愕。白猿王直接一个飞踢，49码的大脚狠狠踹到大筒木仪式嘴里，仪式发出一声闷哼，随后白猿王一巴掌就下辉夜，又一脚将大筒木仪式狠狠踢向石尾嘴中。大筒木仪式眼神中满是不甘，发出一声绝望的怒吼。然而石尾可不管对方是谁，甭管是新的大筒木还是臭的大筒木，到他嘴里那都是查克拉，只管大口吞噬。你看到这一幕，忍不住笑了出来，心中大快人心。这一脚的含金量不比巴门凯踢6道班差，巴门凯的一脚不一定能踢出疾风传的结局，但白猿王这一脚可是直接踢出了博人传的结局。这下大筒木仪式生死不明了，你心中畅快大笑，生死不明，那便是死了。大筒木仪式已是死的不能再死了。大筒木辉夜面露喜色，纵身上前感谢你和白猿王，言语中满是感激。你见状心中也是高兴，毕竟这样一来，你就能获得心心念念的查克拉果实了。想着自己从此便能一飞冲天，石尾露出满意的神情，不断咀嚼着，随后开始发生变化。得到祭品的石尾近乎以疯狂的速度开始蜕变，伴随着震天的震动声，神树轰然出现，紧接着查克拉果实开始结果。按道理，查克拉果实是千年结一次，除非有大筒木陷阱，才能加快结果的速度。此时仪式陷阱正好极大的促进了这一过程，而且仪式可比辉夜纯正多了，是正宗的大筒木。此时白光闪烁，查克拉果实耀眼的光芒瞬间照亮整片竹林，你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一眼便认出了那就是自己苦苦追寻的查克拉果实。当神树结出果实之时，璀璨光芒中清晰展现出它的身姿，正是查克拉果实。你此时也满面笑容的对辉夜说着祝福的话语，心中是真心祝福大筒木辉夜。你一直觉得原著中这个女人的一生就挺可悲的，同伴不拿她当人，老公背叛，儿子背叛，最后还被封印千年。大筒木辉夜看着你的笑容，心中泛起一阵波澜，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眼中却闪烁着难以掩饰的伤心。你此时也不再矜持，当即施展出瞬身术朝查克拉果实奔去。很快，查克拉果实就落在了你手中。这一刻，你心中满是欢喜，知道自己成功打破了超影的极限。从今往后，自己既可以获得永生，又能拥有6道级的实力，只觉得所有的好事都让自己占了，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冒险，都得到了最心满意足的结果。白猿王看着你如此高兴，心中也跟着感到开心，只是他并不清楚你为何这般欣喜。可是就当白猿王的眼神瞥向辉夜时，瞳孔却猛地一锁，心中涌起强烈的不安。暗道不好，你挠了挠头，心中满是疑惑，自己的杀意感知一向不会出错，难道危险是来自面前的神树？不过在你看来，当务之急是吃下查克拉果实，只要自己吃下查克拉果实，一切危险都可以迎刃而解。到时候你也可以豪气的喊出自己乃6道巅峰，谁敢杀你，谁能杀你？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想看后续的宝宝们，打开番茄畅听搜索雨中化石就可以找到后续。注意是番茄畅听，不要打错字哦。白猿王突然焦急地暴喝一声，声音中满是急切。就在此时，一节锐利的灰色尖刺从背后刺穿了你的胸口，从背后穿透，在前胸冒出了一大截，你瞳孔骤然缩小成针线大小，艰难地回过头去望，心中满是震惊。只见大筒木辉夜依旧清冷地站在不远处，而自己的背后，白猿王正趴在地上，一副力竭的样子，手中还握着共杀灰，正艰难地看着你。你心中满是惊诧，一瞬间想不明白白猿王为什么会被刺自己，但是紧接着你便察觉到了不对劲，心中暗道有问题。白猿王怎么可能会使用共杀灰骨这种术式？你眼神艰难地看着胸口的共杀灰骨，又看了看白猿王，再看了看辉夜，一瞬间便了然了真相。原来这共杀灰骨是辉夜释放的，白猿王只是想拼尽全力拦住这致命的共杀灰骨。你看着胸口的共杀灰骨，嘴上喃喃自语，心中满是感动与敬佩。神树之下，竹林之内，夜深星稀，四周一片寂静。这一刻的竹林寂然若死，时间仿佛在这一瞬间定格了。你直直地站在原地，胸口插着那根致命的共杀灰骨，而在前方就是闪烁着光芒的查克拉果实，那是火影世界的顶级物品。查克拉果实就近在眼前，然而你的注意力却全都放在了身后的辉夜身上。最终还是白猿王率先怒吼一声，打破了这死寂的氛围。白猿王眼神愤怒地看着大筒木辉夜，怒声咆哮，眼中满是怒火与不解。大筒木辉夜的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但转瞬间这份复杂便被冰冷的冰霜所取代。你艰难地回过头，眼神中满是疑惑地看着大筒木辉夜，心中想不明白辉夜为什么会被刺自己。你心中思索着，难道追求幸福并不是辉夜的真实目的吗？亦或者辉夜的目的从始至终就只有那枚查克拉果实？大筒木辉夜凝神开口，眼神如冰，声若寒霜，态度十分坚决。面对如此情况，你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向辉夜追问背后的原因。大筒木辉夜的神色突然变得激愤又疯狂，言语中满是被背叛的痛苦与绝望。很显然，
他爱的人背叛了他，使得他的性情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你心中瞬间便了然了，这和 TV 剧情里的情况是一样的。此时你心中已经把组织国天子狠狠骂了一顿，心中满是愤懑，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被赐辉夜？你但凡晚一点，自己都能成功吃下查克拉果实，偏偏选在了这个时候。你先是轻笑，随后是淡笑，紧接着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声中满是自嘲与无奈。大筒木辉夜、白猿王都愣住了，满脸错愕地看着你，不明白你为何会突然大笑。白猿王满脸担忧地开口呼唤你，心中满是焦急。大筒木辉夜则是惊疑不定地看着你，一方面是担心你还有后手，另一方面又疑惑你是不是真的因为受刺激而疯了。你苦笑两声，随后一脸惊叹地开口，心中感慨万千。大筒木辉夜面色如常，冷冷地看着你，在他看来，中了自己的共杀灰谷绝无活着的可能。白猿王心中焦急万分，忍不住大声朝你喊道：“提醒你使用蛤蟆仙符。”你无奈地笑了笑，对着白猿王摆了摆手，让他先离开。你清楚自己的身体已经开始腐朽了，马上就会化成飞灰，就算使用仙符也无济于事了。还没有等白猿王反应过来，你便解除了和白猿王的通灵契约，直接将白猿王送回了通灵界。你知道白猿王根本不是辉夜的对手，留在这里只会被辉夜杀害。你不愿让他为自己陪葬，你重重地倒在地上，眼中却闪烁着无比狠厉的光芒，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你拼尽全身最后的力气，猛地张大嘴巴，对准不远处的查克拉果实狠狠咬了下去。一瞬间，原本完整的查克拉果实顿时被你咬掉了一大口。大筒木辉夜见状猛地一惊，立刻施展出瞬身术抢过了剩下的查克拉果实。你咀嚼着口中的果实，心中满是无奈，因为你根本没有尝到任何味道，自己的身体便已经开始化为灰烬。大筒木辉夜看着渐渐化成飞灰的你，心中闪过一丝不忍，想起你最后祝福自己幸福的那张笑脸，辉夜便觉得心中有愧。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你是真心祝福自己的。大筒木辉夜低声做出保证，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原本辉夜确实是打算留下你的性命，但是辉夜担心后续会有太多变数，以免日后和你翻脸，所以只能选择将你彻底抹除。紧接着，大筒木辉夜的面色重新恢复寒霜，口中不断念着想要力量。大筒木辉夜将剩下的查克拉果实一口全部吞下，随后伴随着一道璀璨的白光，卯之女神大筒木辉夜这位查克拉始祖正式完全登场。同时，大筒木辉夜的额头上开启了勾玉轮回眼，他缓缓飞向天空，打开了黄泉比量板，施展出无限阅读，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世间的每一个角落。白雪皑皑，大雪纷飞，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中，一只手缓缓从雪中伸出，紧接着一个全身裸体的男人从雪中艰难地爬出，你全身赤裸，从雪地之中爬出来，随后目光环顾四周，心中满是疑惑，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什么地方。你看着自己完好无损的身体，喃喃自语，心中满是庆幸自己的永生不死能力是真的。以前你就总是在想，自己这个不死能力是永远长生，还是无论怎么死都不会真正消亡？奈何系统没有灵智，你就算想问也无从得知，而且你也不敢用自杀来冒险尝试。如今被辉夜偷袭致死，倒是意外验证了你的想法，自己的这份能力不仅仅是长生，还有真正不死的机制。现在的你应该是完成了复活。你默念一声通灵术，一套妙木山练功服便被你通灵出来，你迅速穿在身上。你心中清楚，当下的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外界的情况。你纵身一跃，仙人之力依旧在体内流转，你一眼望去，便看到了这个世界几乎已经没有了活人的踪迹。你微微一叹，眼中闪过一丝寒芒，心中暗道大筒木辉夜昨日的背叛之仇如芒在背，此仇必报。但你很快便冷静下来，心中明白辉夜如今势大，自己现在的实力前去挑战和送死没有什么区别，当下最该做的是隐忍，要先回到妙木山看一看妙木山的情况。你再次施展出通灵术，朝着妙木山赶去。回到妙木山，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座宏伟的墓碑。你微微皱眉，立刻走上前查看，看到墓碑上刻着的万次之墓，你心中满是诧异，不明白自己的名字为何会被刻在墓碑上。你直接闯进蛤蟆大殿，正好看到了正在敲木鱼的白眉蛤蟆。白眉蛤蟆猛地露出喜色，欣喜地来到你面前，想要靠近你，但是紧接着白眉蛤蟆的脸上便露出了警惕之色，心中充满了疑惑，因为白猿王明明和他说你已经死了，那现在出现在这里的这个你会不会是别人伪装的？你见状立刻释放出自己特有的仙人气息，证明自己的身份。白眉蛤蟆感知到这熟悉的仙人气息后，瞬间露出喜色，激动地开口询问你，心中满是惊喜与疑惑。你坐到椅子上，端起一杯茶水一饮而尽，缓缓向白眉蛤蟆解释着，同时心中也有了答案。闻言，白眉蛤蟆深深叹了一口气，脸上满是愁容，语气中满是惋惜。白眉蛤蟆愁眉不展地说着外界的惨状，心中满是担忧。你也点了点头，随后眼中闪过一丝冷色，心中充满了自责，认为这件事的错全都在自己。你向白眉蛤蟆说出了这个树的名字，同时也坦言自己没有想到辉夜会突然被刺，这件事自己要负主要责任。你确实没有想到辉夜会做出被刺的决定，心中不禁感慨，只能说自己还是太年轻。若自己是个老油条，恐怕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怎么把辉夜除掉，而不是真心实意的帮助他。白眉蛤蟆满脸担忧地向你询问对策，想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你神色正色地对着白眉蛤蟆说道，当下最重要的就是稳住阵脚，敌方来者不善，并且势力强大，你们要先避其锋芒，隐忍一段时间，再做打算。白眉蛤蟆双手合一，十分赞同你的说法，随后还想起了你初到妙木山时经常念叨的话。闻言，你哑然失笑，心中感慨白眉蛤蟆的记性真好，这句话是自己以前刚到妙木山时经常挂在嘴边的，因为当时在妙木山修炼仙法的日子实在太艰苦，吃着妙木山的虫子，每天早上还被蛤蟆的叫声吵醒，你只能抱着人类的心态拼命的学习仙法。想起在妙木山勤工俭学的日子，你心中不禁感慨，那真是一段难忘的峥嵘岁月。你不禁心疼地向白眉蛤蟆询问，自己的隐秘衣袍弄丢了，能否再做一件？复活之后，你的衣服全都没了，蛤蟆仙符、隐秘衣袍这些法宝也都遗失了，这让你十分心疼。白眉蛤蟆说着，将早已准备好的隐秘衣袍递给你，同时还提醒你，让你去看一下白猿王，因为是白猿王来到妙木山通知他你的死讯，如今你没死，白猿王知道后一定会非常高兴。你闻言点了点头，心中不禁夸赞白猿王重情重义。
心中满是感动。共杀灰骨，那可是火影忍者中最强的单体杀伤攻击，自己的仙人之躯中了共杀灰骨，都在几秒钟之内化为飞灰，就连一世看见这东西都得打哆嗦。而白猿王却二话不说，直接徒手去接。这份情谊让你铭记于心，你心中不禁产生了一丝疑惑，忍不住猜测白猿王难道真的是金刚不坏之躯，真的肉身成圣了？你哑然失笑，从通灵卷轴之中拿出几坛酒，便动身赶往了元魔通灵界，想要和白猿王好好喝上一杯。此时元魔洞内弥漫着通灵界独有的清润灵气，洞壁上垂落的茉莉藤万蔫蔫的搭着，毫无生气。石桌石凳旁散落着几片干枯的圆毛，处处都透着一丝凄凉。而洞穴中央，一方青灰色的石木赫然矗立，碑面上没有繁复的纹饰，只以通灵界的古篆刻着“万刺之木”4个大字，笔锋苍劲，却隐隐透着几分仓促的悲戚。白猿王背对着洞口，魁梧的身躯微微佝偻着。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想看后续的宝宝们，打开番茄畅听搜索雨中化石，就可以找到后续。注意是番茄畅听，不要打错字哦。平日里蓬松的银白色毛发此刻乱糟糟的贴在背上，呜咽的哭声在空旷的洞穴里来回回荡，满是悲伤。他一只毛茸茸的大手按在墓碑上，指腹轻轻摩挲着碑面的刻字，仿佛在抚摸着你的脸庞，另一只手攥着快沾了泥土的布料，那是你的衣物碎片。他时不时抬手抹一把脸，难掩心中的悲痛。白猿王的声音沙哑的厉害，带着浓重的鼻音，一边哭一边念叨着，心中满是自责与愤怒，发誓一定要杀了辉夜为你报仇。就在这时，一阵轻缓的脚步声从洞口传来，带着淡淡的草木清香和熟悉的仙韵，打破了洞穴的沉寂。你温和地喊了一声白猿王，声音带着几分刚经历过生死的沙哑，却依旧是那副让人安心的语调。白猿王的动作猛地一顿，呜咽声戛然而止，他浑身的毛发瞬间竖起，猛地转过身，眼中满是警惕。只见洞穴入口处，你身着一件崭新的隐衣衣袍，墨发微扬，唇红齿白，容颜绝世，脸上还带着几分未褪尽的苍白，手里提着几坛风泥完好的酒，正含笑望着他。白猿王琥珀色的眼睛瞬间变得锐利如刀，浑身气势骤然暴涨，厉声喝问，心中满是警惕。白猿王死死盯着眼前的你，眼神里满是警惕和难以置信，口中不断诉说着自己亲眼看到你死去的事实，不相信你还活着。他说着，大手已经攥紧拳头，周身的力量翻涌，显然只要对方稍有异动，便会立刻发起攻击。毕竟你的死是他心头最深的痛。此刻有人竟敢顶着你的脸出现在这里，无疑是在触碰他的逆鳞。你无奈地叹了口气，没有上前，只是将手里的酒坛轻轻放在脚边，任由自己身上独有的气息缓缓散开。那是融合了妙木山仙法、仙人之躯本源，还有常年与通灵界生灵相处沾染的清润灵气，是独属于你的，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气息。白猿王的瞳孔猛地收缩，脸上的警惕渐渐被错愕取代，他下意识地往前迈了2步，鼻翼急促地吸动着，贪婪地呼吸着那熟悉的气息，心中满是不敢相信，这气息是你的气息。对味，就是这个味道。白猿王的声音颤抖起来，锐利的眼神渐渐柔和，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狂喜，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你坐在石凳上，喝了一口元魔洞的山泉，缓缓向白猿王解释着，告诉他自己并没有死，外面的幻术是无限阅读，对自己并没有效果。白猿王赶紧坐到你身边，满脸急切地向你诉说着外界的情况，语气中满是对辉夜的忌惮，告知你辉夜吃下果实后变得极其强大。你微微一叹，心中满是惋惜，坦言那枚查克拉果实原本应该是自己吃的，只是没想到会发生辉夜被刺这样的意外。听完你的解释，白猿王恍然大悟，随后也满脸可惜地说着，认为你当时要是第一时间将果实吃下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然而万次却诡谲一笑，谁说我没吃的？万次虽然死了，但在临死之前咬了一口查克拉果实，虽然只是一口，但能量极大。你感觉重生之后，自己的身体确实得到了查克拉果实的滋润，查克拉变得极其庞大，同时肉身也比之前强了好几倍。现在肉身配置仙人之躯加大筒木身体。注：万次的仙人躯并非原著中的仙人体，而是从妙木山修炼而来，经过沉淀自然炼成的。万次仙人躯的特点就是能够一直维持仙人模式，不能说维持，更适合说仙人模式就是常态，就跟妙木山的蛤蟆使用仙法无需进入仙人模式一样，随手便可以使用仙法。同时查克拉提炼时便直接就是仙术查克拉，也无需结印。如今你又咬了一口查克拉果实，身体又得到了提升，但是可惜并没有突破6道，因为只有一口，若是全部吃下，自己真的就可以突破6道。哎，白猿王脑袋上出现了一个灯泡，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你的身体我也感觉确实不一般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尝试学习我元魔一族的仙术？白猿王面色欣喜，语气中满是期待。你眼神一闪，心中生出一丝异动，感觉这件事确实有尝试的可能。以前你也在想多学仙术，但是奈何身体不允许，仙人模式就讲究一个平衡，学多了会导致不平衡，很可能出差错。如今自己身体不一般，那是不是就可以学了？哎，说来也惭愧，我元魔一族除了我，竟然无人学会我元魔一族的仙法。要是我死了，我元魔一族的仙法就要失传了。白猿王哀叹一声，露出恨铁不成钢的神情，满脸惋惜。你闻言眉头一挑，心中瞬间有了答案，终于明白为什么后世原著里元魔没有仙术。按道理，原著里3代那么强的通灵兽，并且被大蛇丸称为最强通灵兽的元魔，没理由不会仙术。原来仙术早就在白猿王之后就失传了。行吧，为了你们元魔一族的仙法不失传，我就尝试一下吧。万次大义凛然的开口，摆出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样子。白猿王立刻带着你来到一处石碑处，你看着石碑上记载的仙法，陷入了沉思，随后点点头看向白猿王，你先给我演示一遍。老兄啊，这仙法可狠了，要是练错了，很可能爆体而亡。白猿王一脸郑重的嘱咐道。你摆了摆手，语气坚定的说道，我不怕。
吧，反正自己有重生的能力，确实不怕有死亡风险的东西。你只觉得自己烂命一条，只管放手去干就好，大不了死了回出生点，从头再来。白猿王见状，当即盘坐在地上，开始准备开启仙人模式。大约3个小时之后，白猿王浑身气势一震，周身的气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脸上出现特殊的仙人脸谱。仙人模式成。白猿王攥了攥拳头，感受着体内暴涨的力量，说道：“万次，我这仙人模式主要加成在肉身上面，开启之后，身体会得到大幅度提升。”说罢，白猿王便朝前方的万次墓碑猛地打出一拳，砰轰，音爆骤响，震耳欲聋。一拳打出，类似骤虎一般的拳风席卷而去，轰！远处的万次墓碑瞬间被打得4分5裂，连渣都不剩，直接被推平，原地只留下一个大型的气浪石坑。厉害呀！这一拳直接给我老坟干冒烟了。万次忍不住赞叹道：“你算是看明白了，元魔一族的仙人模式可以看作另类的八门遁甲，但是却没有八门遁甲的负面效果。好，接下来我学。”你有模学样的学着白猿王的样子，当即就开始了修炼元魔一族的仙术。你回想着当年学习妙木山仙法的路径，尝试将其与元魔仙法相融合，不多时，你便感觉出入门境，摸到了元魔仙法的门槛。仅半个小时，你便已经感觉能够熟练掌握这门仙法了。白猿王彻底惊住了，眼中满是不敢置信。你这学习速度比我开启仙人模式还要快啊！白猿王用着见鬼的表情看着你，语气中满是震惊。他原本刚想说第一次失败不要灰心，多练几次，还想开口鼓励你呢，结果你学习的速度比他自己进入仙人模式的速度还要快。白猿王欲哭无泪，心中满是无奈。你默默无言，心中也同样惊讶于自己的学习天赋。难道是有了学习妙木山仙法的前车之鉴，身体自然而然就适应了？难道自己是先天修炼仙法的圣体？时光荏苒，1周的时间转瞬即逝，这1星期你都待在元魔洞里潜心修炼，并且你做了一个大胆的改动，那就是将元魔仙法和妙木山仙法融会贯通。你原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尝试融合，没想到真的成功了。成功将两者融合后，你的实力得到了大大的增进。你深吸一口气，没有结印，甚至未曾摆出复杂的起手式，只是随意抬手，拳风对准远处林间那棵虚10数人合抱的巨型古木。仙法多重挖足手，顷刻落下的刹那，拳头已然轰出，没有惊天动地的前兆，唯有查克拉高速压缩产生的嗡鸣在空气中回荡。一颗凝实如琥珀的气弹自你全心迸发，气弹裹挟着撕裂空气的尖啸，径直射向古木。砰！气弹与树干碰撞的瞬间，没有拖沓的冲击过程，古木躯干直接在接触点处化为基础。好啊，威力很强，只是为什么叫挖足手呢？白猿王微微疑惑，满脸不解地问道。万次却淡淡一笑，胸有成竹。只见原本气弹炸开的核心区域突然涌现出妙木山的仙法力量，这些力量化作无形的震荡波，以被摧毁的古木为中心，向方圆100米内横扫而去。轰轰轰！连续的爆响震彻元魔洞外的山林，原本只是单独一棵巨树的毁灭，眨眼间演变成一场范围性的能量浩劫。数十棵同样高耸入云的巨型古树，如同被无形的巨手碾压，树干断裂，枝桠纷飞。厚实的木质在双仙法融合的力量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片。短短数息之间，原本郁郁葱葱的山林地带，硬生生被轰出一片空旷的圆形区域，地面遍布断裂的树干与飞溅的木屑，空气中山岚般的能量余波久久未曾消散。天啊，我明白了，你居然把妙木山和元魔一族的仙法融合了。白猿王瞠目结舌地站在原地，脸上还残留着刚才赞叹的神情，此刻却被极致的震撼所取代。他盯着那片狼藉的林地，又看了看你看似随意垂下的拳头，喉咙滚动了一下，声音带着颤音，这威力已然超越了单纯的元魔仙法。对，你收回拳头，感受着体内依旧澎湃且毫无滞色的查克拉，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的笑容。两种仙法的融合比你预想中更为完美。妙木山仙法的能量操控赋予了攻击精准的范围扩散性，而元魔仙法的肉身加成则让爆发力提升到了新的层次，两者相辅相成，造就了这一拳的毁灭效果。你侧过头看向白猿王，笑着解释道：“虽是沿用了妙木山的名称，但内里已然融合了元魔仙法的力量，算是一门全新的仙术吧。”话音刚落，远处尚未完全消散的能量余波又引发了一阵轻微的轰鸣，几片侥幸未被摧毁的细小枝桠缓缓飘落，更衬的那片被轰平的林地愈发震撼人心。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想看后续的宝宝们，打开番茄畅听搜索雨中化石就可以找到后续，注意是番茄畅听，不要打错字哦。白猿王望着你的背影，心中只剩下无尽的感慨，心中暗道这等天赋实在是恐怖如斯，这是你第一次如此成功的融合两种不同的仙法，心中也是满心欢喜，内心的野心也愈发浓厚。你心中想到了一个全新的计划，虽然自己没办法到达6道级别，但是系统也说过自己的实力会无限接近6道，你可以通过融合各大仙术，让自己的战斗手段变得足够多，足以和6道级别的人物抗衡就可以了。所谓技多不压身，只要自己把世间的仙术全部学习，并且将它们融会贯通，成为名副其实的仙术宗师，成为一个超级缝合怪，让自己的手段多到足以下估巅峰6道级别的选手，到时候即便是6道级的人物也奈何不了你了。更主要的是，你的寿命十分悠长，现在距离主线剧情开始还有几千年的时间，你有充足的时间去修炼仙术，在这几千年的时间里，你可以潜心钻研仙术，经过几千年的沉淀，你的仙术造诣肯定能达到恐怖如斯的境界。你心中宛如打开了新天地，豁然开朗，哈哈哈！当真是海压竹之低复卷，风吹山脚会还鸣啊！查克拉果实的道路虽然失败了，那条路没法走，那就换一条仙法的路继续前行。白猿王，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你当即向白猿王告辞。白猿王挠了挠头，爽快的应道：行。你默念一声通灵术的咒语，直接通灵，离开了元魔洞，来到外界。你眺望着远处那棵宛如不周山一般直达天际的巨树，心中感慨万千，也不知道6道仙人是否出生了吗？你心中思索着，很想去确认一番，但是吃过果实的辉夜，不知道感知力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要是自己被他发现，那就打草惊蛇了。思索一会之后，你通灵出一只蛤蟆，并给那只蛤蟆披上了隐秘外衣，随后便操纵着那只蛤蟆朝着辉夜的居住地跳去。一座古朴的府邸内，大筒木辉夜正在分娩，蛤蟆悄悄靠近府邸，凭借隐秘外衣的掩护，没有被任何人察觉。看来这隐秘外衣还有效。你心中暗自想到，
蛤蟆张大嘴巴，一只手缓缓从中伸出来。你透过蛤蟆的视角观察着府邸内的情况，你不敢继续靠近了，只能隐隐约约看到屋内的灰液正在分泌。但是即便是这样，你也无法趁机偷袭。先不说自己有没有对灰液有效的攻击手段，即便偷袭成功，自己能不能打得过灰液还是一回事。很快，2名婴儿的啼哭声从府邸内传来，大筒木雨衣和大筒木雨村诞生了。大筒木灰叶看着这2名啼哭的婴儿，脸上露出一丝温柔，轻声说道：“这片土地将由我和我的孩子们所统治。”你听到了灰叶的自言自语，心中微微挑眉，自己也算是亲眼见证了雨衣和雨村的诞生。看着那2名头上长着右角的婴儿，你眼神深沉，心中思索着诸多事情，不知道在想什么。也许雨衣和雨村可以利用一下，我只需要离间他们母子，大筒木灰叶便会被封印。你沉默不语，随后便操纵着蛤蟆默默离去。你本就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灰叶的背刺之仇如芒在背，你始终记在心中。回到妙木山后，你找到了白眉蛤蟆，并向白眉蛤蟆询问了龙地洞的详细地址。白眉蛤蟆想了想，随即将龙地洞的准确坐标告诉了你。3大仙帝本就互有联络，自然知晓彼此的具体位置。你第一个选择前往龙地洞修炼仙术，得益于你看过博人传，对龙地洞的3大考验都是十分熟悉。在博人传之中，这个考验说难也不难，所以你就优先决定先去攻略龙地洞。浓雾如乳，漫过嶙峋的怪石，一座石质府邸在白茫茫的雾气中若隐若现，飞檐翘角被雾气晕染的模糊不清。啪啪啪，你孤身穿行在雾霭里，脚步沉稳，缓缓朝着那座隐于雾中的府邸大门走去。就在距门庭不足丈许时，嗤嗤嗤，尖锐的破空声骤然划破浓雾，一条白蛇猛地从雾中窜出，尖牙泛着寒光，直扑你的脖颈。你拥有敏锐的仙人灵觉，早已察觉了周围的异动，身形微微一侧，便轻飘飘地躲过了这致命一咬。白蛇一击落空，树丛中闪过几分讶异，随即长尾一摆，身形再度弹射而出，发起第2次攻击，蛇口大张，朝着你的面门狠狠咬来。啪！这一次你非但未躲，反而探出手来，五指如铁钳般精准捏住了白蛇的七寸，让它脖颈僵直，再也无法张开蛇口。你低头笑盈盈地看着掌中的小蛇，轻声说道：“小白蛇，莫闹，你这些小儿科的伎俩对我无用，我是来找你家主人的，带我去吧。”白蛇在你的掌心剧烈挣扎，周身白光一闪，竟化作个约莫12岁的少女模样，梳着双压髻，眉眼间还带着几分蛇类的灵动。她瞪着圆溜溜的眼睛，满脸惊奇地看着你，你这人类好厉害，之前来的那些人没一个能躲过我的偷袭，而且你身上的气息好熟悉啊！呵呵呵，万次淡淡一笑，并未过多解释。先前那些来访者想必皆是寻常凡人，自然挡不住这白蛇的突袭，而你身为影级大佬，这般程度的攻击本就不值一提。大筒木一式的攻击你都能及时反应，更何况是小白蛇的攻击。少女眉头微蹙，满脸警惕地往后退了半步，问道：“你想见我家祖师，有什么事？”你尚未开口，身后的龙地洞大门便唰地一声应声而开，轰隆隆，厚重的石门摩擦着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门后幽暗深邃，看不清里面的景象。白蛇，带他进来。一道低沉空灵的声音从门内传来，似远似近，带着几分岁月沉淀的威严。是祖师。白蛇闻言，立刻收敛了心中的警惕，恭敬地应了一声，转身领着你踏入大门，穿过幽深的甬道，眼前豁然开朗，一座巨大的石殿出现在眼前。殿内烛火摇曳，一条通体乌黑的巨蟒盘踞在高台上的石座上，鳞甲在昏暗光线下泛着幽冷的光泽，头颅微微低垂，俯瞰着来人。祖师。白蛇上前一步，躬身拱手行礼。你一微微躬身行礼，尚未出言说明来意，石座上的黑蛇仙人便先开了口，声音沙哑地说道：“不必多礼了，白眉那老蛤蟆倒是提前跟我打过招呼，说你想修炼龙地洞的仙术，对吗？”他半眯着树瞳，目光如实质般落在你身上，带着审视与探究。你微微一笑，心中暗道：果然还是朝中有人好办事。白眉蛤蟆早已为自己铺好了路，正是。你颔首回应，语气平静地说道：“既然白眉爷爷已然告知，不知仙人是否愿意应允？”黑蛇仙人缓缓点头，蛇口开合间，气息沉稳地说道：“有人愿承继龙地洞仙术，我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话音一转，他的语气添了几分凝重，提醒道：“但你须知晓，妙木山与龙地洞的仙术属性相冲，你既已修习妙木山仙法，再强行修炼我龙地洞秘术，稍有不慎便会走火入魔，甚至身消到死。届时妙木山那群蛤蟆怕是不会善罢甘休。”你心中淡然，毫不在意黑蛇仙人所说的风险。换作从前，你或许会有所忌惮，但如今你身怀复活之能，这般风险自然不足为惧。仙人不必忧虑。你微微释放周身的气息，两道截然不同的仙法波动交织萦绕在周身。您若仔细感知，便知我身上并非只有妙木山的仙法。黑蛇仙人瞳孔一缩，树瞳中闪过一抹金色，仔细感知着你的气息，良久才缓缓开口，居然还夹杂着元魔一族的气息。正因如此，我才有把握兼容龙地洞仙术。你语气笃定地说道：“还请仙人传我秘术。”黑蛇仙人沉默片刻，目光在你身上停留许久，终究是缓缓颔首，转向一旁的白蛇吩咐道：“白蛇，带他去参加试炼，若能通过，便直接传授仙术即可。”白蛇虽满心讶异，却不敢有丝毫质疑，立刻应声：“是，祖师。”随后的3道试炼，你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和丰富的经验，顺利通过，没有出现任何意外。最终，你顺利通过所有考核，与龙地洞正式缔结契约。万次哥，这仙法可阴啊，修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白蛇仙人一脸担忧地对万次提醒道，生怕你修炼时出现意外。此时，白蛇仙人和你也熟悉了起来，你也得知了小白蛇的身份，原来她就是后世的白蛇仙人。现在的小白蛇还是一个少女状态，还不是日后的那个老太婆。你心中不禁感慨，很难想象眼前的这个明媚少女竟然会是后世的那个老太婆。
白蛇，我从来不怕练仙法。再来一步。你盘坐在地上，语气淡然的开口，准备开始修炼龙地洞仙法。小白蛇见你心意已决，只好点点头，无奈的说道：万次哥，你放心，我会在旁边辅佐你。如果有问题，我会立刻打断你的修炼，那就多谢了。你微微点头，向白蛇表达了感谢。白蛇闻言，张开小嘴，猛地咬向你的脖子，将龙地洞的自然能量注入你的体内，用于引导你修炼。随后，你正式开始修炼龙地洞的仙术。又是短短3个小时，你身上便清晰的出现了龙地洞仙法的气息，已然掌握了这门仙术。你居然已经掌握了！白蛇仙人瞳孔一缩，心中充满了惊骇，满脸的不敢置信。他从来没有见过有人类能够如此快速的修炼龙地洞的仙法，如今第一次见到，而且掌握的速度还如此之快。这股力量不过尔，你心中暗道，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感受着脸上出现的龙地洞仙人脸谱。你倒没有像洞那样出现鳞片以及蛇化的特征。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想看后续的宝宝们，打开番茄畅听搜索雨中化石就可以找到后续。注意是番茄畅听，不要打错字哦。按照龙地洞的设定，身上越是出现蛇化特征，代表仙术的掌握程度就越差，如此来也，他就是没有做到完整的仙人模式，所以才会出现那么严重的蛙化。鸣人、筑坚、药师都就做得不错，基本都只是出现仙人脸谱，没有过多的形态变化。不过比他们做得更好的是你不仅仅学会了妙木山的仙法，还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了龙地洞的仙法。此子天赋恐怖，白眉那家伙到底收了一个什么妖念啊？正在利用水镜之术远程观察你修炼仙法的黑蛇仙人忍不住惊叹的开口，心中满是震惊。就在黑蛇仙人聚精会神通过水镜监控你时，你却缓缓睁开眼睛，隔空朝着黑蛇仙人的方向看来，显然感知到了他的窥探。此子居然能感知到我在看他。黑蛇仙人心中一惊，再次被你的感知力震撼，心中也对你的感知力有了新的认知。如此强大，说不定此人真的可以去把外面那个外星女人解决掉。黑蛇仙人微微思索，心中暗自想到，大约1个月之后，你不出意外的彻底掌握并熟练了龙地洞仙法，能灵活运用这门仙术的力量。美中不足的是，你还没有来得及去将龙地洞仙法和妙木山以及元魔仙法融合。一旦开启龙地洞仙法，妙木山的仙法就无法使用；一旦重新开启妙木山的仙法，龙地洞仙法就会被压制，无法使用。这是目前存在的一个棘手问题，二者就像一山不容二虎一样，无法同时开启。幸亏你的查克拉掌控力极强，否则这2股属性相冲的仙法早就在你体内互相冲突，让你走火入魔了。那么快就告辞了吗？你不多待一会吗？万次哥，你要是走了，就没人陪我了。白蛇仙人抱着你的胳膊，可怜兮兮的说到，眼中满是不舍。不了，白蛇，有缘再见。你微微一笑，缓缓抽出被他抱住的胳膊，看着白蛇仙人含情脉脉的眼神，你心中不禁暗道，这小白蛇该不会喜欢上自己了吧？这1个月的相处，白蛇仙人经常来找你说话，或许是龙地洞之中只有蛇类，少有人类的原因，白蛇仙人对你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好吧，如果你愿意回来，一定要来看我。白蛇仙人眼底深处闪过一抹浓浓的失望，语气低落的说道：你微微一笑，点头应下，随后缓缓朝着龙地洞大殿走去，准备向黑蛇仙人告辞。你心中暗自负责，未来的龙地洞白蛇仙人喜欢自己，这件事想想就有点太离谱了。虽然说女人如美酒，越老越香醇，但是和蛇类产生感情，许仙怕是有话要说。算了，如果未来白蛇仙人老的不行，你倒也愿意出手治理一下龙地洞，毕竟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呀。万次，你的天赋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黑蛇仙人赞叹地看着你，旋即话锋一转，向你提议道：需不需要在锦上添花，从龙地洞选一个蛇进行通灵契约？既然仙人说了，那我是不会客气的。你心中自然清楚，黑蛇仙人是想要把你和龙地洞更深的绑定在一起。不过你都已经学习了龙地洞的仙法，也没必要拒绝这个提议。万次哥，选我，你还未说话，白蛇仙人便迫不及待地举手，满脸期待地看着你，想要和你缔结通灵契约。看着眼前这个满心期待想要和自己签订契约的少女，你心中泛起一丝无奈。你微微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现在龙地洞有名有姓的，也就只有眼前的少女，也就是白蛇仙人了。星牙、青蛇、万蛇，亦或者3大蛇姬，这些知名的蛇类都还没有出生，可以吗？你向黑蛇仙人投以询问的目光，毕竟是要和龙地洞未来的主人签订通灵契约，还需要征求一下这位现任董事长的意见。黑蛇仙人微微凝神，短暂思索之后，便点点头，应允道：太好了，万次哥，如果你以后有事可以通灵我，当然没事也可以通灵我，找我聊天，我独自在龙地洞很无聊的。白蛇仙人俏皮地看着你说道，脸上满是开心的笑容。你心中不禁有些绷不住，暗自感慨自己居然跟未来的龙地洞主事签订了通灵契约。还有一事相求，能否请仙人告知我尸骨灵的位置？你向黑蛇仙人询问道，准备前往下一个仙地修炼。闻言，黑蛇仙人微微一怔，疑惑地问道，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想学习尸骨灵的仙术。你倒也没有遮遮掩掩，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什么？万次哥，你还要去学习尸骨灵的仙术？白蛇仙人瞪大眼睛，满脸惊奇地看着你，不敢相信你还要继续修炼其他仙地的仙术。黑蛇仙人一颤，忍不住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你同时学会了妙木山、龙地洞，再加上元魔一族，光是这些足以让你天下无敌，没必要再去学习尸骨灵了。你却摇了摇头，外面强敌太强，还是多保险一些更好。黑蛇仙人见状也没有说什么，点点头。你有如此天赋，不学习确实可惜了。说罢，扔给你一个卷轴，这是尸骨灵的位置。尸骨灵和妙木山、龙地洞不一样，尸骨灵准确来说只有一个存在，那就是阔于仙人。树林之内，浓雾四起。刷刷刷，你穿梭在树林之中，感知扫向周围。妙木山中日是白日，龙地洞是暗无天日，尸骨林这边则是浓雾四起，仿佛陷入了诡异的异空间一般。奇怪，我的感知明明显示就在附近，为什么没有？你面露微微的疑惑。原著中讲得很清楚，纲手和小樱通灵出来的阔鱼，只是阔于仙人身体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阔于仙人肯定身形超级巨大，按理说一眼就应该能看见。可是你找了半天也没有看见他的影子，
可感知明明就察觉到他应该就在附近。你微微思索，奇怪，仙人感知不可能出错，难道？说着，你似乎明白了什么，一脸惊叹地看向脚下。仙人，你一直都在啊！你豁然开朗地开口。话音刚落，整个尸骨林的地面开始剧烈地震，原本坚硬的土地和树林全都化作了阔鱼的本体。原来整个尸骨林都在阔鱼仙人的身上。你腾空而起，眼中闪过明显的惊悚。原来如此，果然真是巨大无比啊！原来你自从进入尸骨林的一刹间，就已经找到了阔鱼仙人。阔鱼仙人就是脚下的这片土地。呵呵，发现的真快啊！你是第一个踏足我尸骨林的人类。白眉和飞蛇已经和我说了，既然你想学，那我就给你。阔鱼仙人柔声开口。下一秒，一个卷轴便出现在你面前，同时一只小型阔鱼落在你肩头。小型阔鱼柔声开口：“万次大人，接下来由我辅助您学习仙法。”你脸上露出微微错愕的神情，心中想着这阔鱼仙人也太好说话了。对方的声音果然和原著里一样，十分悦耳。多谢仙人，你依旧说着这句话，心中已然打定主意，不会有丝毫客气，当即就开始学习尸骨林的仙法。又过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你的脸上出现了类似千手柱间一样的仙人纹理。原著并没有说千手柱间的仙术来源于尸骨林，但是本作我们就设定千手柱间的仙术来源于尸骨林，果然和千手柱间差不多。你淡淡一笑，利用仙法凝聚出一面水镜，看着镜中的自己，脸上已经浮现出和千手柱间几乎一样的纹理。但是尸骨林的仙术也和龙地洞出现了一样的反应。你清晰地感知到，不同仙地的仙术无法同时使用，和龙地洞的仙术使用限制一样。你要是想使用仙术，那就只能选一个来施展。比如想要用龙地洞的仙术，那就需要关闭其他几个仙地的仙术运转，这是一个问题，需要想办法把这几个仙术融合。你摸着下巴，陷入了思索之中，很难想象3大仙地的仙术外加元魔仙术融合在一起，将会衍生出多么强大的仙法。慢慢来吧，几个月的时间，学习了那么多仙术，步子迈大了，还是要好好消化消化。随后，你和尸骨林签订了通灵契约，之后便告别了阔鱼仙人。再回到妙木山时，你遇到了一只正在哭泣的青蛙。呜，白眉大仙人老爷，求求你收留一下这只蛙吧，它无家可归，父母双亡啊！一只刀疤蛤蟆跪在白眉蛤蟆面前哭诉道：“怎么了？”你此时上前，看到了眼前这一幕，万次回来了啊！没什么，只是一个蛤蟆孤儿，这种情况很常见。白眉蛤蟆深深一叹，开口说道。你微微挑眉，看着那只可怜巴巴的小蛤蟆，于是蹲下身询问道：“小蛤蟆，你叫什么名字？”刀疤蛤蟆见状，赶紧走了走那只小蛤蟆，快说，这位可是万次仙人。小蛤蟆看着你，急忙开口：“万次仙人您好，我叫蛤蟆丸。”蛤蟆丸。你先是点点头，随后眼中又闪过一丝惊讶。蛤蟆丸这个名字十分熟悉，你心中思索，未来妙木山的大蛤蟆仙人是不是就叫蛤蟆丸？想到此处，你略带惊讶地看着那只叫蛤蟆丸的蛤蟆，还是想要确认一番。蛤蟆丸，我问你，你晚上做梦吗？你淡淡问道。蛤蟆丸眼中闪过惊讶，连忙点头。万次仙人果然深不可测，我确实做梦，并且我做的梦还都实现了。闻言，你微微一笑，你都梦见什么了？我梦见了我以后成为妙木山的老大。蛤蟆丸如实说道。此话一出，一旁的刀疤蛤蟆瞬间脸色一沉，厉声怒斥道：“蛤蟆丸，当着2位仙人的面不要故弄玄虚，装神弄鬼！我错了，对不起2位仙人。”蛤蟆丸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赶忙低头认错。你淡淡一笑，看向白眉蛤蟆：“白眉爷爷，你怎么看？顽童戏言罢了，岂能当真？不过蛤蟆做梦倒是件稀奇事。”白眉笑了笑，摆了摆手，你背着手打量了蛤蟆丸一番，旋即开口：“蛤蟆丸，你无父无母，既然如此，那你愿不愿意和我签订契约？”此话一出，蛤蟆丸彻底惊住了。不仅仅是蛤蟆丸，就连一旁的白眉蛤蟆和刀疤蛤蟆都怀疑自己脑子听错了。要知道，你此时可是妙木山的2号人物。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想看后续的宝宝们，打开番茄畅听搜索雨中化石就可以找到后续。注意是番茄畅听，不要打错字哦。除了白眉蛤蟆，整个妙木山也就你地位最高了。更何况你目前只和一个蛤蟆签订了契约，那就是妙木山的龙头白眉蛤蟆。和你签订契约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白蛇仙人、白猿王、白眉蛤蟆皆是实力顶尖之辈，而蛤蟆丸呢，只是一只孤蛙，天天只知道做白日梦，在妙木山如同最普通的小喽啰一般。谁能想到，堂堂妙木山2号人物，3大仙帝的同时契约者，会和这样一个只知道做白日梦的普通小蛤蟆签订契约？万次仙人，这不合适吧？刀疤蛤蟆也觉得这是玩笑话，于是忐忑的开口。蛤蟆丸此时也不敢说话，但是眼中却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他十分坚信自己做的梦终究会实现，只不过没有其他蛤蟆愿意相信罢了。难道万次仙人慧眼识珠，看出了自己的不凡之处？当然，来吧，蛤蟆丸。你微微一笑，拿出了通灵契约的卷轴，随后蛤蟆丸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和你签订了契约。以后搬到我旁边，和我一起住吧。你看向蛤蟆丸说道。还不快谢仙人！刀疤蛤蟆赶紧执行。蛤蟆丸此时才如梦初醒，赶紧双手作揖向你道谢。蛤蟆丸走后，白眉蛤蟆一脸笑意的看向你。万次，你为什么要和这个蛤蟆签订契约？你微微一笑，觉得他有趣罢了。白眉蛤蟆却一脸笑意。看来万次你也看出这只蛤蟆的不同了。你挑了挑眉，旋即脸色一黑，有些无奈的说道：“白眉爷爷，你该不会早就注意到了蛤蟆丸了吧？”白眉蛤蟆笑而不语。时光荏苒，潜心修仙的日子仿佛连时间的流逝都变得缓慢。要想练就绝世武功，就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万次师傅喜欢喝的茶叫做乌龙，衣服爱穿中国红。早上好啊，师傅。一大早，蛤蟆丸就坐在大石头上扯着嗓子唱歌，一见到你从屋里出来，便急忙蹦蹦跳跳的上前打招呼。蛤蟆丸，你大早上的在这里胡乱吟唱什么？你看着大早上就吵吵嚷嚷的蛤蟆丸，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心中满是无奈。蛤蟆丸搬到你身边已经大约3-4年的时间了，这3、4年里，一人一蛙朝夕相伴。蛤蟆丸还拜了你为师。一开始蛤蟆丸还是非常拘谨老实的，后来彼此熟悉了，蛤蟆丸就渐渐变得随性，还总爱说些大话。
嘿嘿，师傅，这首歌不是您喜欢唱的吗？之前练功洗澡时，您经常唱呀。还有师傅，中国红是啥？蛤蟆丸来到你身边，喋喋不休地追问着。好了好了，别问了，有的时候知道的太多，反而不是好事。蛤蟆丸，走吧，你穿上红黑配色的练功服，带着蛤蟆丸来到了一处山头，开始了一天的修行。你的修行核心就是将妙木山、龙地洞、狮骨灵以及元魔的仙法全部融合整合在一起，使其变成一门几百家之长的全新仙法。这个过程需要慢慢磨合，进度定然会十分缓慢，但你并不介意，因为你拥有的时间足够多。岁月如刀，最是无情，能斩尽天下天骄，而你则潜心修炼仙术，欲与岁月试比高，真快呢。你身穿红黑衣袍，独自站在山峰之上，心中生出些许感慨。这几年，你一直潜心融合各路仙术，纵然进度缓慢，但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这样的结果你完全能接受。师傅，您说您每天那么刻苦修炼干啥呀？蛤蟆丸趴在你的肩头，看着妙木山清晨的朝阳，好奇地问道。你淡淡一笑，因为外面有一个实力极为强大的封印，比师傅和白眉大仙人还要强吗？蛤蟆丸顿时惊呼，连忙追问道。你微微点了点头。那个女人吃了一种特殊的东西，使得自身的实力变得极强，并且那个女人已经拥有不死之身，仅凭我一人根本打不过这个女人。不过我还是可以利用一下她的那两个儿子。你微微思索，心中有了盘算，说起大筒木雨一和大筒木雨村，你这些年一直没有去看过那儿，一向谨慎的你，并没有过多踏足人类世界，除了平时会去抓点牛羊肉、蔬菜水果之类的食材，毕竟你实在吃不惯妙木山的。仙家佳肴，算算年龄，那两个人应该3、4岁了吧？以我现在隐匿气息的本事，无需穿那件隐匿衣袍了。你在心中默念一声，整个人的身影瞬间变得透明，旁人无法感知到你的存在，仿佛你从原地消失了一般。这门隐秘之术，是你根据后世3大蛇姬的能力借鉴研发出来的，有着令人无法感知到查克拉的恐怖隐形效果。师傅，师傅，你去哪里了？蛤蟆丸看着空荡荡的四周，焦急地喊道。旋即你重新显现出身形，伸手抓起蛤蟆丸，走，我带你去看一下那个女人的儿子。说完，你直接带着蛤蟆丸离开了妙木山。大筒木辉夜静静凝望着天空，心中满是担忧。他担忧大筒木一族发现自己叛变的事情，现在几十年之内对方定然不会发现，但是数百年之后必定会察觉。在那之前，他要抓紧准备白绝大阵，以此应对大筒木一族的追责。也不知道数百年之后我的儿子会成长到什么地步，能否抵御那些人。大筒木辉夜目光缥缈，看向远方的湖边，雨衣和雨村正在那里玩耍。因为这个世界全都被无限阅读笼罩，也不用担心孩子们会遇到什么危险。辉夜打算以后再放一部分人类出来，毕竟世间若是没有人，他即便拥有无上力量也毫无意义。他要做世界之神，而不是一片废土的生命。就在辉夜凝望星空之时，一处湖边，2名3岁孩童正在草地上玩耍。哈哈，雨村，你快来追我呀！雨衣，别跑，母亲让我们不要走远。这2名儿童面色白皙，头上长着稚嫩的双脚，正是大筒木雨衣和大筒木雨村。注：雨衣是6道仙人，雨村是弟弟。之所以提醒，是因为这2个名字，读者可能搞混。以前我一直觉得6道仙人的名字叫雨村，雨衣是月球上的那位，后来才知道雨衣是6道仙人。蛤蟆丸，看见了吗？那就是那个女人的孩子。你带着蛤蟆丸出现在树底下，目光静静凝望着雨衣和雨村。师傅，我有一计，这是一个好机会啊，可以趁机抓走这2个人，之后用他们要挟那个女人。蛤蟆丸一脸野心勃勃地向你提议道，你还是别有这些不靠谱的计策。你满脸无奈，心中暗道，怪不得这蛤蟆丸在原著中会被6道仙人拿捏，果然心思还是不够灵光。原著中，蛤蟆丸看到了未来，之后想办法接触6道仙人，想要离间6道仙人对抗大筒木辉夜，结果直接被6道仙人看破心思。但是6道仙人本身就不喜欢母亲的统治，所以也就将计就计，学习仙术对抗母亲了。大筒木辉夜缓缓出现在雨衣和雨村面前。雨衣、雨村，该回家了。大筒木辉夜温柔地说着。母亲，雨衣和雨村像2只粘人的小兽，紧紧搂着母亲的脖颈，小脑袋在她肩头轻轻蹭着。妈妈，昨晚你说万次先生能召唤会说话的蛤蟆，还能变成金箍棒的猴子，是真的吗？雨衣扒着辉夜的手臂，圆溜溜的眼睛里满是憧憬，头上的小脚随着动作轻轻晃动。雨村也跟着点头，小手攥着辉夜的衣袖，声音软糯。还有那个能让人起死回生的符纸，万次先生是不是很厉害啊？辉夜脚步微顿，指尖轻轻拂过2个孩子柔软的发丝，眼底的温柔像是进了水的月光，却在深处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畅快。是啊，万次先生是这世上最厉害、最勇敢的人。他曾为了保护这片土地和可怕的怪物战斗，还帮助过许多遇到困难的人，并且帮助过母亲，是母亲的大恩人。大筒木辉夜柔声说道。他没有说那场竹林里的背叛，没有说那没被争夺的查克拉古石，更没有说自己刺出共杀灰古石的决绝与事后的辗转难眠。他只把故事里的万次塑造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英雄，一个藏在岁月里的传说，仿佛这样就能稍稍弥补心底那份沉甸甸的愧疚。辉夜抱着2个孩子的身影渐渐远去。老师，老师，他真的知道你的名字，还把你说成大英雄了。树影婆娑处，蛤蟆丸猛地从你肩头蹦了起来，用前肢比划着刚刚的画面。你看，你看，那2个小娃娃都快把你当成偶像了。你站在原地未动，黑红的衣袍被晚风拂起一角，目光依旧望着辉夜母子离去的方向，眼神深沉。你当然知道辉夜为何会讲起自己的故事，那份藏在他温柔笑容里的愧疚，像一根细针，轻轻刺在你的心上，却并非疼痛，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讽刺。曾经在竹林里，你与他兵戎相见，生死相搏，如今你却成了他哄孩子入睡的英雄传说。英雄吗？他倒是会编故事。你低声呢喃，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声淹没，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说不清是嘲讽还是别的什么的弧度。蛤蟆丸歪着脑袋，满脸不解地看着你。老师，难道你不开心吗？他把你说的那么厉害，
你缓缓收回目光，低头看向蹦跳的蛤蟆丸，眼神里的深沉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了然的冷漠。你抬手揉了揉蛤蟆丸的头顶，开心不？我只是觉得这盘棋或许比我想象中更好下。你想起方才雨衣和雨村眼中对万次的憧憬，想起辉夜讲述故事时那份刻意的温柔与愧疚，这份愧疚是辉夜的软肋，而那两个孩子对英雄万次的崇拜，便是你可以利用的蝎子。离间母子从来都不需要刀光剑影，有时候一个被美化的传说，一个藏在岁月里的名字，就足以在人心深处埋下裂痕。当黑暗的真相被揭开，美好的故事之下，便只剩你死我活的背叛盛宴。辉夜被赐大土木一事，组织国天子又被赐辉夜，辉夜又被赐你，这世间的纠葛，不过是你背叛我被赐你的循环。走了，蛤蟆丸。你转身，身影渐渐与周围的树木融为一体，隐匿气息的秘术运转自如，仿佛从未在这片土地出现过。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想看后续的宝宝们，打开番茄畅听搜索雨中化石就可以找到后续。注意是番茄畅听，不要打错字哦。蛤蟆丸连忙跟上，蹦蹦跳跳的追在你身后，嘴里还在碎碎念：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呀？要不要去偷偷听听他讲的故事到底是什么？你没有回头，只是脚步不停，声音顺着晚风飘来，带着几分运筹帷幄的风韵。不必，我们只需要等着那两个孩子长大，等着他们对万子的崇拜变成对母亲谎言的质疑。到那时，便是我们出手的时机。晚风掠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将远处府邸的灯火揉碎在水波里。你的身影消失在密林深处，只留下蛤蟆丸的脚步声和细碎的疑问，渐渐被夜色吞没。而不远处的府邸里，辉夜正坐在床前，轻轻拍着两个孩子的背，开始讲述那个被他美化过关于英雄万次的故事。10几年的光阴，在忍界的长河中不过是锦风一瞥，却足以让志同长成挺拔的青年。当年依偎在辉夜怀中听故事的两个孩子，如今已身形颀长，额间的痣角褪去了青色，添了几分大筒木一族独有的凛然气度。这片竹林依旧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岁月在林间刻下了更深的痕迹。丛生的翠竹愈发挺拔，枝叶交错间遮天蔽日，将冬日的寒意隔绝了大半。竹林中心，一座巍峨的寺庙静静矗立，青瓦朱墙，飞檐翘角，檐下悬挂的铜铃在微风中轻响，清脆的声响穿透林间的静谧。寺庙的匾额上书万次庙3个古朴大字，笔锋苍劲，隐隐透着几分辉夜的笔迹。数十名身着灰色僧袍的凡人僧人手持扫帚，虔诚地清扫着庭院中的落叶与积雪，动作轻缓，生怕惊扰了这片肃穆。香火缭绕，从大殿内袅袅升起，混着竹林的清香弥漫在整个空间里。殿外的香炉中插满了长短不一的香烛，灰烬层层堆积，可见这里常年有人前来祭拜。这里是辉夜为你所建，选址正是当年那场背叛你献祭的竹林。每年今日，他都会带着雨衣和雨村前来，不为别的，只为心底那份无法释怀的愧疚。这10几年间，无限阅读的幻术被他选择性解除，一部分人类重获自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而神树依旧矗立在世界之巅。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祭品被送往神树之下，化作白绝的养分。辉夜需要这支大军来抵御未来可能到来的大筒木一族的追随。久而久之，世间便有了3种信仰：信仰创世之神辉夜，信仰一直被供奉献祭的神树，以及信仰那位传说中的万子。凡人不知你的过往，只知你是辉夜亲口承认的勇者，于是纷纷前来祭拜，祈求你的庇佑。雨衣、雨村、上香吧。辉夜的声音依旧清冷，却比当年多了几分岁月沉淀的厚度。他站在大殿门口，望着殿内正中悬挂的画像，眼神复杂难辨。是母亲大人。雨衣和雨村闻言，恭恭敬敬地从僧人手中接过香烛，点燃后对着画像深深鞠躬，而后将香插入香炉。大殿内的画像栩栩如生，画中少年身着简单的衣袍，长身玉立，墨发轻扬，唇红齿白，眉眼间带着几分桀骜与淡然，正是你当年的模样。雨衣望着画像，心中的疑惑愈发浓烈。这10几年间，母亲不知讲了多少关于你的故事，却从未提及你的结局，仿佛这个英雄在某个瞬间便凭空消失在了世间。祭拜完毕，辉夜没有多留，转身便朝着竹林外走去，很快便消失在了雨衣和雨村的视野里。雨衣和雨村倒是显得慢悠悠，直到走出寺庙，确认母亲已经离开，雨衣才忍不住开口，声音里带着几分困惑：雨村，我一直以为万次是母亲编出来的英雄，你说他真的存在吗？雨村停下脚步，回头望了一眼那坐在竹林中若隐若现的寺庙，又看向画像中少年的轮廓，沉吟道：我觉得必然存在。母亲向来现实，若只是虚构的人物，她绝不会耗费如此心力建造这座寺庙，还让凡人世代祭拜。他顿了顿，补充道：你看这寺庙的规模，这常年不断的香火，若不是真有其人，母亲何必如此大费周章？也对，雨衣点点头，却依旧满是不解。可我问过不少年长的村民，他们都不知道万次的具体事迹。如此厉害的人物，怎么会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母亲也从来不肯说他最后去了哪里，是死是活，或许是年代太过久远了。雨村望着远处的山峦，轻声道：我们都不知道母亲活了多久，万次的故事可能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久到连历史都没能记载。这个解释似乎合情合理，雨衣心中的疑虑稍稍减轻，二人不再多言，并肩朝着小时候常去的湖边走去。冬日的寒风卷着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下，天地间一片苍茫，湖面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冰面反射着皑皑白雪的微光，岸边的草木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指向天空，像是一幅素白的水墨画。积雪没过了脚踝，每走一步都留下深深的脚印，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
在寂静的天地间格外清晰。大哥，你看那块有人钓鱼呢。雨村突然停下脚步，目光一亮，伸手指向湖边。真的，雨衣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茫茫白雪之中，湖边突兀的出现了一间简陋的茅草屋，屋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像是一个白色的绒球。茅草屋前的岸边，一名男子正手持鱼竿，静静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垂钓。你身着单薄的黑红长衣，100被寒风轻轻吹动，却丝毫不见畏寒之色，墨发随意地披散在肩头，在白雪的映衬下愈发显得肤色白皙。奇怪，这地方以前从没人居住，什么时候多了间茅草屋？雨衣心中疑惑，这片湖边是他们儿时的秘密基地，10几年没来，竟有了这般变化。走，过去看看。雨村好奇心起，率先朝着岸边走去，雨衣紧随其后。越是靠近，你的样貌便愈发清晰。你侧坐着，侧脸线条流畅，眉眼深邃，嘴角噙着一抹淡淡的笑容，从容地握着鱼竿，仿佛周遭的风雪与你无关。雨衣和雨村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莫名的熟悉感，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先生，雪中垂钓，好有意境。雨衣上前一步，拱手笑道，语气中带着几分敬佩。现在凡人大多数都为生计奔波，不是耕田就是在家，不会有人闲得没事大冬天冒着风雪钓鱼。扑通！就在此时，鱼竿猛地一沉，你手腕轻扬，一道银铃闪过，一条肥硕鲜鱼被钓了上来。真是幸运，竟钓上来这么大一条鱼。雨村眼中闪过赞叹，这般大小鱼在冬日的湖中实属罕见。你缓缓转过身，看向二人，脸上的笑容温和，眼神却仿佛看透了时光。你们二人来的倒是巧，要一起来喝碗鱼汤吗？雨衣和雨村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喜，纷纷点头。多谢先生美意。茅草屋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木桌，几把木椅，墙角堆着一些干柴，炉火烧得正旺，暖意融融，与屋外的冰天雪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熟练地处理好鲜鱼，将其放入陶罐中，加入清水、姜片和一些不知名的料理，架在炉火上慢炖。不多时，浓郁的鱼汤香气便弥漫开来，鲜美的味道勾得人食指大动。陶罐被端上桌，掀开盖子的瞬间，白气蒸腾，汤色奶白，鱼肉的鲜香混合着野果的清甜，让人垂涎欲滴。看起来好香啊！雨衣和雨村拿起木勺，舀了一勺鱼汤送入嘴中，鲜美醇厚的滋味在舌尖炸开，没有丝毫腥味，只有鱼肉本身的鲜嫩与汤汁的浓郁，暖流淌过喉咙，驱散了一身的寒气。手艺太好了，这鱼汤比母亲大人做的还要美味。雨衣忍不住赞叹。是啊，大冬天喝上一碗鲜美鱼汤，当真是不错啊。雨村也连连点头，大口喝着鱼汤，脸上满是满足。你坐在一旁，淡淡笑着，你的厨艺是练出来的，这些年在妙木山，面对那些虫类、菌类做成的，仙家佳肴，你实在难以下咽，便只能自己动手钻研厨艺。这几千年来，早已练就了一手好本事。吃饱喝足，炉火渐渐弱了下去，你缓缓起身，准备离开。雨衣和雨村连忙起身拱手。雨衣问道：多谢先生款待，不知先生高兴大名，日后也好报答。你转过身，目光在二人脸上停留了片刻，无名无姓，我只是一个被岁月遗忘之人。随后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报答总会有的，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话音落下，你的身影便缓缓变得透明，如同融入了空气之中，渐渐消失不见。等等，雨衣和雨村瞳孔骤缩，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这般凭空消失的手段，绝非普通人能拥有。大哥，快看周围！雨村突然开起白眼，一脸震惊的开口说话。二人猛地转头看向四周，却发现方才的茅草屋不知何时已经消失无踪，炉火星火，陶罐木桌全都不见了踪影，只剩下茫茫白雪和结了冰的湖面，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逼真的幻觉。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想看后续的宝宝们，打开番茄畅听搜索雨中化石就可以找到后续，注意是番茄畅听，不要打错字哦。寒风卷着雪花，吹过二人的脸颊，带来刺骨的寒意。雨衣和雨村站在原地，面面相觑，心中的疑惑与震撼交织在一起。然而，雨衣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瞬间一变。雨村，你想想刚刚那个男子的样貌，是不是特别像寺庙里万字的画像？雨衣震惊地说道。闻言，雨村也是一惊，听兄长这样说，还真觉得有几分相像。难道不可能吧？离开湖边的冰天雪地，你的身影下一刻便已出现在妙木山。这10几年，你都在钻研仙术，顺带创造了一些后世才有的术，如螺旋丸、雷切、麒麟，各种遁术。当然，这些都是你创造着玩的。你没想用它们真正去对抗辉夜，你的主力永远是仙术。你创造并学习了许多仙术手段，同时为了应付尸尾，你还利用尸骨灵的仙术开发了类似冥神门的仙法。但是你的实力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制，怎么也无法再提升，只能通过其他手段来使自己变强。10几年的光阴，对你这永生者而言不过是弹指一瞬，真的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更明显的是时间对你的影响，你感觉自己变得越来越稳重，心性也愈发成熟。妙木山，长生峰，峰顶云雾缭绕，仿佛与天相接，这是你为自己居所取的名字。刚踏入洞府，一道胖乎乎的身影便蹦蹦跳跳的迎了上来，正是早已长成半大蛤蟆的蛤蟆丸。老师，外面怎么样了？蛤蟆丸恭敬地问道。你缓步走到洞府中央的石桌旁坐下，指尖轻点桌面，一道微弱的仙术查克拉流向妙木山的水晶球，石桌上便浮现出雨衣和雨村的虚影，正是方才湖边相遇的场景，还是和以前一样。那两个孩子长大了，心智也渐趋成熟，时机到了。你淡淡开口，语气平静无波。随后你抬眼看向蛤蟆丸，眼神变得锐利了几分。过几日，你按我的方法去做，想办法接近二人说出神术的事情，但切记不可直接告知真相，你只需留下线索，引导他们自己去探查。人只有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才会真正相信，也才会生出反抗之心。蛤蟆丸闻言，心中敬佩不已，心中想着不愧是老师，心思如此缜密。放心吧，老师。蛤蟆丸立刻挺直身，拍着胸脯保证，他早就对辉夜的统治颇有微词。神术要是吸干了大地，妙木山也会受到波及。可话音刚落，蛤蟆丸却又耷拉下脑袋，
胖乎乎的身子微微蜷缩，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蛤蟆丸，你还有话想说？你何等敏锐，一眼便看穿了他的心思，淡淡问道。蛤蟆丸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脑袋埋得低低的，声音带着几分凝重。老师，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辉夜和他的2个儿子在神树之下打了起来，打得天翻地覆，整个世界都仿佛要毁灭了。你闻言眉头微微一挑，你自然知晓蛤蟆丸的预知梦了。这也是你当初执意要与这只看似普通的小蛤蟆签订契约的原因之一。原著中正是蛤蟆丸的预知梦推动了6道仙人对抗辉夜的剧情。如今看来，即便有你这个变数介入，历史的惯性依旧在悄然运转。那在梦里有没有为师的身影？你饶有兴致地问道。说不好奇是假的。你虽是穿越者，知晓大致剧情，却也想知道自己这只蝴蝶究竟会在未来掀起怎样的风浪，又会在那场宿命之战中扮演何种角色？没有，老师，我把梦里的场景翻来覆去想了好几遍，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您的身影，就好像您从未参与过那场战斗一样。蛤蟆丸抬起头，眼神中满是困惑，摇了摇头。这样吧，你的指尖微微一顿，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又恢复了平静。你心中想着自己的未来无法被预知，这倒是有趣。你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原生者，又身负系统赋予的永生体质，或许正是这份特殊性，让你跳出了命运的轨迹，成为了不可预测的变数。这样也好，也好。你嘴角勾起一抹浅笑，眼神深邃。你心中想着被命运窥探的感觉可不怎么好，未知的未来才更有探索的价值。几日之后，一个小村庄突然陷入了慌乱，村中赖以生存的河流不知为何断了，河床干涸，露出了干裂的泥土，村民们取水困难，眼看就要面临缺水的危机。消息很快传到了雨衣和雨村耳中。这些年，他们时常受母亲之命，巡视各地，帮助凡人解决困难，在民众心中早已积累了极高的声望。2人疾驰而来，很快便抵达了河流上游，远远便看到一块足有小山般大小的巨型巨石横亘在河道中央，将水流死死堵住，竟然是巨石堵河。雨村皱起眉头，白眼开启，仔细探查着巨石的情况，看起来不像是自然掉落的。雨衣也察觉到了异常，他没有多言，只是抬手，一道凝练的雷顿查克拉在掌心汇聚，轰的一声巨响，雷光亮起，巨石瞬间被劈成粉碎，碎石飞溅。就在此时，一道胖乎乎的身影从旁边的树林中蹦了出来，落在2人面前，正是蛤蟆丸。你们俩就是雨衣和雨村吗？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蛤蟆丸。蛤蟆丸开口说话，声音带着几分故作高深的沉稳，完全没有了在你面前的乖巧。雨衣和雨村皆是一惊，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雨村下意识地开启白眼，探查着蛤蟆丸的底细，却只感觉到一股纯粹的特殊查克拉，并无任何恶意。毕竟雨村不知道仙术的存在。你会说话？雨衣惊讶地问。蛤蟆丸没有回答，只是摆了摆前肢，故作神秘地说道：你们2个跟我来，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说罢，便转身朝着树林深处蹦去。雨衣和雨村对视一眼，心中虽满是疑惑，但直觉告诉他们，这只神秘的蛤蟆绝不简单。2人没有犹豫，立刻跟上蛤蟆丸的脚步，朝着树林深处走去。蛤蟆丸的速度极快，在林间灵活地穿梭，雨衣和雨村紧随其后，不多时便来到了一座高耸的山峰之巅。站在峰顶，视野豁然开朗，远处那棵顶天立地的神树赫然映入眼帘，树干粗壮，枝叶繁茂，散发着磅礴的查克拉气息，仿佛支撑着整个天地。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蛤蟆丸停下脚步，抬起前肢，指向远处的神树，淡淡问道。雨衣和雨村对视一眼，当然知道，那是神树，是母亲大人守护的圣物，也是滋养这片土地的根源。雨衣率先开口，这是母亲从小教导他们的，神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滋养这片土地的根源。蛤蟆丸发出一声嗤笑，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嘲讽。你们见过真正的神树吗？你们母亲可曾让你们靠近过它？那倒没有。雨衣和雨村的脸色微微一变，确实，母亲从小就告诫他们，神树是禁地，任何人都不得靠近，即便是他们兄弟2人，也只能远远观望。滋养，你们自己看，神树周围是什么样子？蛤蟆丸伸手指了指神树周围的景象，雨衣和雨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神树周围并非他们想象中的生机勃勃，反而一片戈壁荒凉景象，寸草不生，土地干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死寂的气息，与神树本身散发的磅礴查克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得格格不入。真相就是，这棵神树根本不是在滋养大地，而是在源源不断地吸收大地的能量。生机。蛤蟆丸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雨衣眉头紧蹙，眼神中满是困惑与动摇。他看着神树周围的荒凉景象，又想起母亲这些年的所作所为，那些定期送往神树祭品。雨村也沉默不语，是不是真的？你们自己去探查就知道了。蛤蟆丸没有继续多说，只是留下了这句话，身形一闪，化作一阵烟雾消失不见，只留下雨衣和雨村站在峰顶，望着远处的神树，神色复杂。寒风从峰顶吹过，卷起地上的尘土。2人沉默了许久，雨衣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他想去神树之下一探究竟，查明真相。可一想到母亲严厉的告诫，想到母亲强大的力量，他又开始犹豫。母亲的威严从小便烙印在他们心中，让他们不敢轻易违背。大哥，我们要不要去看看？雨村的声音带着几分试探，他也想知道真相，但同样畏惧母亲的惩罚。雨衣深吸一口气，最终还是摇了摇头，眼神中带着几分挣扎。不了，母亲不让我们靠近，自然有她的道理。或许他说的并非全部真相，我们不能仅凭一只陌生蛤蟆的话就怀疑母亲。雨村闻言也点了点头，压下了心中的好奇。虽然心中的疑虑并未消散，但在母亲的威严面前，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退缩。只是那颗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便会在岁月的滋养下渐渐生根发芽，最终长成参天大树。又是几日，例行献祭的日子到来了，整齐的长队缓缓朝着神树的方向挪动，队伍中的凡人皆是面无表情，仿佛早已接受了这份注定的宿命。雨衣和雨村站在不远处的高坡上，静静看着这一切，气氛有些压抑。几日来，蛤蟆丸的话如同一根刺，深深
深扎在他们心底。神树周围的荒凉景象在脑海中反复浮现，与母亲口中神树滋养大地的话语格格不入。他们的眼神飘忽，落在献祭队伍上，又时不时瞟向那棵顶天立地的神树，心中的怀疑如同藤蔓般疯狂生长，却始终被对母亲的敬畏牢牢束缚，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终究不敢上前问一句为什么。大哥，你看。雨村的声音突然带着几分迟疑，目光死死锁定在献祭队伍中，脸色微微一变。雨衣的心猛地一沉，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下一秒瞳孔骤缩，失声惊呼：“雨之，怎么会是他？”只见献祭队伍的中段，一道纤细的身影格外刺眼，那是个身着素色布衣的女子，眉眼温婉，发丝简单的挽起，正是雨衣藏在心底多年，一直默默暗恋的人类女子。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想看后续的宝宝们，打开番茄畅听搜索“雨中化石”就可以找到后续。注意是番茄畅听，不要打错字哦。雨之是个清秀的女孩，她怎么会在献祭队伍里？雨衣的大脑一片空白，心中的震惊与焦急瞬间冲散了所有的迟疑与敬畏。雨之。闻言，雨之停下了脚步，缓缓转过身，看到飞奔而来的雨衣和紧随其后的雨村，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又恢复了平静。雨衣、雨村，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雨之平静地问道。你怎么会在献祭的队伍里？是谁选的你？快出来！这献祭你不能去！雨衣冲到他面前，眼神中满是焦急与不甘。说着，他伸手便想拉着雨之离开队伍，却被雨之轻轻避开了。雨之看着他焦急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带着苦涩的笑容，声音温柔却无比坚定。我收到了通知，这是我的命，我该去献祭神树了。他的语气平静的可怕，仿佛在诉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仿佛那即将到来的死亡不过是一场寻常的离别。命？什么命？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命，这是母亲定下的规矩。可这规矩根本就不对。雨衣的情绪愈发激动，攥紧的拳头微微颤抖。你是他的儿子，你不懂。雨之却只是轻轻摇了摇头，他并不知道神树的真相，也从未想过要反抗辉夜定下的规矩。在他眼中，辉夜是创世之神，是这片土地的主宰，神的规矩便是凡人必须遵守的父母，这是辉夜大人定下的规矩，我们生来便是如此，反抗不了的。他看着雨衣，眼底闪过一丝不舍。能认识你，我很高兴。雨衣话音落下，他抬手将脖子上戴着的一串勾玉项链取下，那项链是他用山间的玉石亲手打磨的，简单却精致，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他踮起脚尖，轻轻将项链戴在雨衣的脖颈间。不要忘记我，雨衣。雨之的声音轻轻的，像一阵微风。说完，他便不再看雨衣，转过身，重新回到了献祭的队伍中，脚步坚定地朝着神树的方向走去，再也没有回头。那道纤细的身影在目光中渐渐远去，最终融入了长长的队伍，再也分辨不出。雨之。雨衣僵在原地，脖颈间的勾玉项链仿佛有千斤重，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看着雨之离去的背影，感受着那冰凉的玉石贴在肌肤上的触感，心中满是不甘。雨衣缓缓攥紧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指甲深深嵌入掌心，渗出血丝，他却浑然不觉。老师，果然不出您所料，那个雨衣喜欢的女孩被献祭了，恐怕雨衣马上就按耐不住。蛤蟆丸将看到的景象禀告给我知道了。已露出了不出意外的神情，心中想着果然，女人真是男人的逆鳞。原本还惧怕母亲责罚的雨衣，见到喜欢的女孩被献祭，定然会直接反抗。很好，接下来等待他们自己来找我就行了。蛤蟆丸，你去外界接应着他们，你背过手。淡淡说道。是，老师。蛤蟆丸立刻拱手礼毕，心中不禁赞叹你未卜先知的能力，当真是有仙人风范。深夜，雨之，等着我来救你。雨衣和雨村的身影在夜色中疾驰，雨衣攥紧了拳头，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出雨之，无论付出什么代价。神树脚下，巨大的树根盘根错节，形成一个个幽深的洞口，像是通往地狱的入口。等等，大哥！雨村率先停下脚步，深吸一口气，眼白瞬间布满青筋，白眼全力开启，淡蓝色的查克拉在眼周流转，穿透层层黑暗与树根的阻隔，望向地下深处。下一秒，雨村的脸色骤然巨变，瞳孔因极致的震惊而收缩。那些都是人，是尸体。随后，雨村疯了一般朝着其中一个幽深的洞口冲去，雨衣心头巨震，紧随其后冲进洞口。进入洞口之后，雨衣看清了眼前的景象，地下竟是一个巨大的洞口，无数根须从神树根部延伸而下，如同贪婪的触手，缠绕着密密麻麻的物体。那是一个个被绿色叶带包裹成蚕蛹状的东西，整齐的堆叠在空洞之中，一眼望不到尽头，隐约能看到里面包裹着人形的轮廓。大哥，快把这些打开！雨村焦急地喊道。好！雨衣眼中怒火与焦急交织，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释放出一记风盾，无形的锋刃呼啸而出，如同利刃般斩向那些残影。扑哧扑哧，雨衣的目光死死锁定着每一个被打开的残影，心脏在胸腔中狂跳，既期待又恐惧。当其中一个蚕蛹被锋刃劈开时，一道熟悉的身影滚落出来，素色的布衣早已被粘液浸透，变得破烂不堪，温婉的脸庞毫无血色，双目紧闭，气息全无，正是雨之。雨衣嘶声呼喊，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将雨之冰冷的身体抱在怀中。他颤抖着伸出手，探向雨之的鼻息，指尖传来的只有一片死寂。雨之，快醒醒啊！你醒醒，我来救你了，你不能死！雨衣的声音嘶哑破碎，带着绝望的哭腔。他用力摇晃着雨之的身体，试图唤醒他。然而，怀中的少女依旧双目紧闭，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解脱般的微笑，任凭雨衣如何呼唤摇晃，都没有丝毫回应。大哥，雨之他已经死了。雨村蹲在一旁，艰难地开口：不可能！雨衣紧紧抱着雨之冰冷的身体，
仿佛要将他融入自己的骨血之中。怀中的温度越来越低，雨之的身体渐渐变得僵硬，那熟悉的眉眼，那温婉的笑容，从此只能存在于记忆之中。巨大的悲痛如同潮水般将雨衣淹没，冲破了他所有的理智与防线。他感受到心中有什么东西彻底碎裂了，随之而来的是极致的痛苦与滔天的愤怒。他想起了宇智平静接受命运的模样，想起了他戴上勾玉项链时的温柔，想起了母亲的欺骗，想起了神树的贪婪，想起了这片土地的荒凉。大筒木雨衣嘴唇紧抿，一言不发，眼底彻底褪去了往日的温润，只剩下冰冷的寒意与浓烈的怒火。那棵高高在上的神树，那母亲口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此刻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吞噬生命的怪物。那所谓的规矩，不过是母亲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定下的冰冷枷锁。蛤蟆丸的话在耳边再次响起，神树周围的荒凉景象在脑海中浮现，与之温柔却绝望的笑容在眼前挥之不去。所有的怀疑与敬畏，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一声撕心裂肺的咆哮从雨衣口中爆发而出，极致的情绪冲击着他的身体，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从眼底涌出。他的双目骤然变红，黑色的勾玉在瞳孔中飞速旋转凝聚，最终化作3枚狰狞的勾玉，悬浮在红色的眼瞳之中。血轮眼，3勾玉血轮眼散发着妖异的红光，照亮了雨衣悲痛欲绝的脸庞，也照亮了空洞中无数冰冷的尸体。此刻的他眼中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润，只剩下无尽的悲伤、愤怒与复仇的湖面。大哥，你的眼睛！雨村看着兄长眼中的血轮眼，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眼睛，也从未感受过兄长身上如此恐怖的气息。天蒙蒙亮时，天际泛起一抹鱼肚白，二人踏着晨露，一路疾驰，终于抵达了那日与蛤蟆丸相遇的山峰。神树地下的惨状，与之冰冷的尸体，眼中那3勾玉血轮眼带来的陌生力量，以及母亲长久以来的欺骗，如同无数根丝线缠绕在心头，让他们迫切的想要找到真相。蛤蟆丸，你在哪里？我需要你！雨衣对着空旷的山谷喊道，声音带着彻夜未眠的沙哑。话音刚落，一道烟雾突然在二人面前炸开，蛤蟆丸胖乎乎的身影从中跳了出来。蛤蟆丸依旧是那副故作高深的模样，淡淡说道：“别喊了，我早就在这等你很久了。”雨衣眉头一皱，心中满是疑惑：“你为什么知道我一定会来？”因为那是我师父说的，我师父他老人家神通广大，能掐会算，早就料到你们会来找我。蛤蟆丸挺起胸膛，脸上满是骄傲得意的神情。你师父是谁？雨衣追问，心中的好奇被彻底勾起。蛤蟆丸神秘一笑，意味深长地说道：“走吧，我带你们去见见他老人家。说起来，你们应该早就知道他，甚至见过他。”他顿了顿，看着二人错愕的表情，补充道：“毕竟你们小时候可是听着我师父的故事长大的，听着他的故事长大。”雨衣和雨村先是一愣，紧接着脸色骤变，脑海中同时闪过一个名字：万子。母亲常年讲述的英雄传说，每年祭拜的寺庙画像，还有那日雪中垂钓、神秘消失的男子。所有的线索瞬间串联起来，难道那日钓鱼的人就是母亲口中的万子？雨衣瞳孔一缩，震惊的喃喃自语：难道真的是？雨村也浑身一震，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那日男子的样貌与寺庙中画像上的少年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多了几分岁月沉淀的沉稳与淡然。那个被母亲塑造成英雄的人，那个让母亲心怀愧疚、见庙祭拜的人，竟然真的存在，还与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呵呵，蛤蟆丸看着二人震惊的模样，忍不住笑了起来，摆了摆前肢：“跟我来吧。”二人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紧随蛤蟆丸身后，在一处水源处，二人一蛙钻了进去，越往深处，周围的气息便愈发不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纯净而磅礴的能量，与忍界的查克拉截然不同，温和却又充满力量，有种大自然的包容感。这里的能量好特别，雨村忍不住开口，白眼下意识的开启，却发现这片土地的能量驳杂而纯粹，根本无法用常规的查克拉感知来衡量。雨衣也点点头，血轮眼微微转动，能看到空气中漂浮着无数细小的光点。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想看后续的宝宝们，打开番茄畅听搜索雨中化石就可以找到后续。注意是番茄畅听，不要打错字哦。正是这股特殊能量的具象化，这是妙木山独有的仙术查克拉，是最古老、最纯粹的能量。蛤蟆丸微微一笑，脸上带着几分自豪的神情，穿过层层云雾，一座宏伟的大殿出现在眼前。大殿由巨大的岩石搭建而成，上面刻满了古老的蛤蟆纹，散发着淡淡的金光。殿顶由藤蔓缠绕而成，与周围的山林融为一体，仿佛天然形成。这便是妙木山的蛤蟆大殿，是妙木山仙人的居所。当然，现在白眉退居幕后，妙木山实际的主持人其实就是你。蛤蟆丸率先踏入大殿，对着殿内恭敬地喊道：“师傅，人给您带到了。”雨衣和雨村紧随其后，踏入大殿的瞬间，便被殿内的景象所吸引。大殿空旷而肃穆，中央的高台上端坐着一道身影，那人身穿黑红相间的长袍，墨发随意披散，面容英俊依旧，正是那日雪中垂钓的神秘男子。你缓缓抬眸，目光落在二人身上，带着几分温和，又带着几分洞悉一切的深邃。声音与那日如出一辙，温声开口：“你们来了。”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面庞，瞬间击溃了二人最后的心理防线。雨衣瞳孔巨震，下意识的后退半步，心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撼。而是故事中的英雄，每年祭拜的偶像，竟然真真切切的出现在了眼前。是您。雨衣的声音带着几分拘谨与颤抖，他下意识的拱手，语气中满是尊敬。雨村也站在一旁，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只是呆呆的看着高台上的人，脑海中一片空白。他们从未想过，那些伴随童年的英雄传说，那些母亲口中的美好故事，竟然真的有原型。而这个原型，此刻就坐在他们面前。这种从传说走进现实的冲击，让二人一时间难以消化，心中满是不真实感。我说过我们会见面的。你看着二人震惊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语气依旧温和。这句话如同惊雷，唤醒了沉浸在震惊中的二人。他们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心绪。雨衣再次拱手，恭敬地问道：“仙人，不知我们该如何称呼你？”“叫我仙人即可。”你淡淡开口，语气平静无波。“仙人。”雨衣抬起头，眼中满是急切与恳求。
您既然知道我们会来，想必也知晓我们为何而来。您是知晓一切真相的人，求您告诉我们，母亲到底隐瞒了什么？神树的真相是什么？一连串的问题脱口而出，带着他心中积压已久的疑惑与痛苦。雨村也看向你，眼中满是期待，他同样渴望知道所有的真相。莫急，你见状，缓缓抬手，掌心浮现出一颗晶莹剔透的水晶球，水晶球散发着柔和的光芒，随着你的查克拉注入，球内渐渐浮现出清晰的画面。你们自己看吧。你的声音带着几分悠远的沧桑。水晶球中，画面流转，先是2名身着奇异服饰的人降临人境，正是辉夜与仪式。之后画面一闪，辉夜面带愁容，向万次诉说着自己即将被献祭给神树的命运，眼中满是不甘与恳求。他向万次许诺，只要帮他摆脱仪式的控制，夺得神树果实，便会与他共享力量，一同守护这片土地。年轻的你面带温和的笑容，答应了他的请求。画面在一转，石尾面前，你与仪式激战，最终帮助辉夜一起将仪式给献祭。然而，就在一切大功告成之时，你转身的瞬间，辉夜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一道凌厉的共杀灰骨从他手中射出，狠狠刺穿了你的胸膛。雨衣和雨村看到这一幕，瞳孔骤缩，脸上满是震惊与难以置信的神情。他们从未想过，母亲竟然会做出如此背信弃义之事。画面继续流转，辉夜吞下神树果实，获得了强大的力量。随后便是无限阅读的展开。当年你的母亲是外来者，她和同伴一世来到这颗星球，按照他们一族的规律，她本是要被献祭给神树的那个。她不甘心就此死去，于是找到了我，许诺给我神树果实，求我帮她。我原以为她是个向往自由、心地善良的女人，便答应了她。可我没想到，她会为了力量被刺。你的声音缓缓响起，将画面中的真相娓娓道来。你顿了顿，目光落在2人身上，语气平静。我本应死在那场背叛之中，万幸靠着妙木山的仙树得以躲过。而你的母亲之所以不停献祭凡人，并非为了滋养大地，而是为了制造白绝大军。他在害怕他的族人会找到这里，报复他当年的背叛与夺权。那些被献祭的人，最终都会变成没有意识、只知服从的白绝，成为他抵御族人的棋子。你刻意隐瞒了自己因系统而永生的真相，只将一切归于仙术，既符合仙人的身份，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水晶球的光芒渐渐散去，大殿内陷入了死寂。雨衣和雨村站在原地，脸色苍白，浑身冰冷。母亲的背叛，献祭的真相，白绝的秘密，所有的真相如同重石压在2人心头。原来母亲讲出的美好故事，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掩盖被刺逆。真相如此黑暗，雨衣紧紧攥着拳头，脖颈间的勾玉项链再次变得冰凉。他想起了雨之温柔的笑容，想起了神树地下那些冰冷的尸体，想起了母亲多年来的欺骗，眼中的3勾玉血纹眼红光暴涨，愤怒与悲痛再次席卷而来。母亲，雨村的白眼也死死盯着水晶球消失的方向，脸上满是失望与痛苦的神情。他一直敬重的母亲，竟然是这样一个为了私欲不惜牺牲无数生命的人。但是雨村也同情母亲，因为母亲也遭到了背叛，心中满是复杂的情绪。大殿之上，你静静看着2人，没有说话，你在默默观察2人的表情变化。果然，雨衣也就是后世的6道仙人，心性更果决狠厉一些，而雨村也就是月球大筒木的祖先，他的心性更细腻柔软，能理解母亲也曾相信过爱与温暖。要是比孝顺，那肯定雨村更胜一筹；要是比心怀大爱，雨衣也就是后世的6道仙人更胜一筹。不过，按照目前的表现来看，雨衣更受你的青睐。不过，我被你母亲背刺是小，当务之急是要拯救世界，让你母亲停止这一切。你淡淡说道，将自己的行为置于道德制高点。虽然嘴上说着拯救世界，但你心里其实就是想报当年辉夜被刺的仇。俗话说，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辉夜这直接把你原有的机缘给斩断了，更何况你被骗了，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帮辉夜对抗仪式，结果却惨遭背叛，换做谁都无法忍受。你虽然脾气素来温和，但这件事也实在是欺人太甚。你若是一笑了之，选择不报仇，那才是真的枉受此辱。哎呀，还是修行不到位，要是再过几百年，我就可能不生气了。你察觉到自己的情绪有些起伏不定，心中微微发出一声叹息。你想着再过几百年，这些事情或许就不会让人如此介怀。所以有时候你挺想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小说中有些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还是会动不动就生气？你才活了多少岁，就已经开始变得佛系，遇事也愈发稳重，力求做到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所以别生气，天下的病都是气出来的，要保持好心情才能活得久。想得开，想得开，想得开。你在心中不断默念着，停住自己的情绪。大殿内的死寂被雨衣沉重的呼吸声打破，他攥紧的拳头指节泛白，3勾玉血纹眼在眼眶中剧烈颤抖。雨衣看向你的目光带着一丝颤抖，却又多了几分决绝。仙人，我们该怎么做？母亲，辉夜塔已经无可救药了。你缓缓起身，黑红长袍在空旷的大殿中拂过地面，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反抗之路，九死一生。辉夜拥有神树果实的力量，不死不灭。仅凭你们现在的血纹眼与白眼，连他的防御都无法突破。你走到2人面前，目光扫过他们眼底，语气沉稳如山。我想拜仙人为师，还请仙人赐法。大筒木雨衣说罢，便直接半跪在地上，态度无比诚恳。大哥，雨村的惊呼声骤然响起，他下意识地看向高台上的人，又转回头盯着雨衣的背影，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们要和母亲大人作对啊！雨村手掌紧紧攥起，指节泛白，内心陷入了剧烈的挣扎。从你口中，雨村得知了母亲辉夜被仪式掌控，险些沦为祭品的过往，以及那份被背叛的委屈，这让雨村始终对母亲存有一丝顾虑。可水晶球中母亲被刺万次的决绝，神树地下堆积如山的尸体，与之冰冷的脸庞，又像一把把尖刀，反复刺穿他的底线，让他无法原谅。他固然有苦衷，可被刺仙人，残害无辜，这难道也能被原谅吗？大筒木雨衣沉声说道，语气中满是坚定。是啊，雨村喃喃自语，语气中满是痛苦的挣扎，眼神在雨衣和虚空之间游离，仿佛在寻找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答案。雨村，事到如今，你还在优柔寡断什么？雨衣猛地抬头，3勾玉血纹眼的红光骤然暴涨，
周身的气息也变得凌厉起来。你想想雨之，雨一猛地抬手，攥住脖颈间那枚早已冰凉的勾玉项链，那是雨之生前亲手为他系上的，如今却成了最锋利的念想，时刻提醒着他雨之的惨死。你忘了雨之是怎么死的？他只是个普通的人类，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却被母亲当成祭品，变成了那冰冷的残忍。母亲的统治是建立在无数人的尸骨之上。你以为那些被献祭的人，他们没有亲人吗？没有牵挂吗？再这样下去，整个忍界都会变成人间炼狱，所有生命都会沦为他抵御族人的棋子。这样的母亲，还有什么可留恋的？雨一猛地站起身，转身直视着雨村，声音震耳欲聋，充满了愤怒与痛心。可是她是我们的母亲啊，我们至少应该先找她好好谈谈。或许他能回头呢。雨村仍在做最后的挣扎，脑海中不断闪过母亲偶尔流露的温柔模样，始终无法彻底割舍母子亲情。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想看后续的宝宝们，打开番茄畅听搜索雨中画石就可以找到后续。注意是番茄畅听，不要打错字哦。台上的你始终沉默地注视着兄弟二人，也在默默给这两个兄弟的品性做出定位。怪不得日后雨村会选择上月球陪伴母亲。雨村虽然最终会选择和兄长一起对抗母亲，但是心里始终是爱着母亲的。你的目光落在雨村身上，心中清楚，此时就该由你开口点醒他。血脉亲情本就是世间最难以割舍的羁绊。辉夜曾被背叛，也曾历经苦难，这或许是他走向极端的缘由，但这绝不能成为他残害无辜、背叛承诺的借口。你顿了顿，目光扫过雨衣紧握项链的手，又落回雨村脸上，继续缓缓开口：你想和他谈谈，是念及母子情分，这份心可贵，但你要明白，有些路一旦走错，有些罪一旦犯下，便再无回头的可能。他的心中早已被恐惧与私欲填满，谈判只会让更多人付出代价。你眼神深沉，话语字字诛心，点醒着陷入挣扎的雨村。雨衣闻言，再次单膝跪地，头颅低垂得更深。仙人所言极是，我已下定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阻止母亲。求仙人收我为徒，传授我对抗母亲的力量。你看着雨衣，心中思绪翻涌。说实话，你一开始并非想收六道仙人为徒，只是想借着他的手向辉夜报仇。但是既然六道仙人自己主动求来，那你也不会客气。雨村站在原地，脸色变幻不定，内心的挣扎愈发剧烈。你看着雨衣决绝的目光，又看向雨村纠结的神色，缓缓点了点头。你抬手一挥，一道柔和的仙术查克拉化作光带，轻轻落在雨衣身上，带着温润的力量。我可以收你为徒，传授你妙木山的仙术，以及能与辉夜抗衡的忍术。但雨村，我不会强迫你，你可以选择跟随我学习，也可以选择去见辉夜。只是我要提醒你，当你找到他时，你面对的或许早已不是你记忆中那个偶尔温柔的母亲，而是被力量与恐惧彻底吞噬的独裁者。你微微一叹，语气中带着一丝惋惜与提醒。雨衣眼中爆发出狂喜的光芒，猛地叩首：弟子雨衣拜见师父。额头重重磕在冰冷的岩石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以示自己的诚心。而雨村依旧站在原地，目光复杂地看着跪地的兄长，又看向高台上神色淡然的你，心中的天平在亲情与正义之间开始缓缓倾斜。旋即，大筒木雨村做了一个折中的决定：仙人，我先回去和母亲谈谈，如若她执迷不悟，我自会回来。大筒木雨村微微躬身，语气中满是敬意的开口。你则是点点头，轻声提醒道：要小心。蛤蟆丸，送雨村离开吧。你微微示意，吩咐道：好。蛤蟆丸应声跳上前来，甩动着胖乎乎的前肢，引着雨村出了蛤蟆大殿，一路穿过妙木山的云雾与密林，直至跳入水池之后才现身在外界。雨村啊，你可是错过了大机缘了。我师父他老人家本是神通广大，你现在不学习，以后肯定会后悔。蛤蟆丸跟在一旁，不停抱怨道：我知道，我考虑考虑。大筒木雨村此时却没有心情去追求力量，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和母亲好好谈谈，想让母亲停止那些惨无人道的举动。雨村独自踏上返程的路途，心头沉甸甸的，一边是尚未说出口的劝解，一边是你那句他已被恐惧吞噬的提醒，两种念头在他心中不断交织。心绪翻涌间，脚下的步伐也不自觉加快，只想尽快见到母亲。待抵达辉夜的府邸时，整座院落竟死寂的可怕，平日里往来的侍女仆从接连声鼓气，连头都不敢抬。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压抑，让雨村刚踏入院门，心头便猛地一颤，有种不好的预感。雨村快步走入正殿，一眼便望见辉夜端坐在主位的椅子上，银白色的长发垂落肩头，周身的查克拉凝而不发，将殿内的空气都定发僵，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辉夜的脸色阴沉的如同脱了幕，眼底无半分温度，手指死死攥着玉椅的扶手，指节泛白，显然已在这等状态下等候许久。母亲，雨村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刚唤出声，便被辉夜冰冷的质问打断。雨村，雨衣去哪里了？你们是不是去看神术了？辉夜的声音听不出半分喜怒，平淡的近乎诡异，可那话语里裹挟的强大威压，却让雨村呼吸一滞，立刻意识到母亲已然察觉了一切。那看似平静的表象下，是即将喷涌的滔天怒火。雨村咬了咬牙，压下心头的慌乱，上前一步想要解释：母亲，我已经知道所有事了，神术的真相，那些献祭的人，我想和您说，您回头还来得及。他的话尚未说完，便被一声震耳欲聋的暴喝狠狠截断。闭嘴！辉夜猛地拍而起，周身的查克拉骤然爆发，凛冽的气浪瞬间席卷整座正殿，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